历代祖师介绍，王子，第9代祖师夏禹。第9代祖师夏禹姓四世，会闻命，建都阳翟，河南禹县，又曾都安邑山，西安邑或平阳。禹为黄帝的嫡孙，父亲名鲧，为尧时代的水利局长，奉命治水。鲧治水的方法是建筑了高大的堤防，如同墙壁一般，把水势拦住。人民在高堤防后面居住，自然不受水淹。这种建筑就是后世城郭的起源。当水势不十分浩大的时候，堤防是可挡它一时的，所以大家都以为鲧对治水蛮有办法。鲧自己也十分得意，一接受尧的命令，便在各处筑起堤来。不料后来水势越来越大，这边水被堤堵住，便往那边冲去。堤越筑越多越高，水越挤得没有地方走，最后便猛涨起来，疯狂冲下，如同千军万马一般排山倒海而来，那种雷霆万钧的力量，岂是区区土墙所能抵抗？一经冲破决口，墙内人民尽成鱼鳖。这时人力难施，无法强渡，水由决口乱流，比没有堤防时还要汹涌，人畜田庐淹没不计其数。鲧这时也急得手忙脚乱，堵了东边，西边又被冲决，一面堵一面决，无论如何总弄不好。鲧治水9年，水灾越来越大，堤防不断冲决，人民淹死无数。舜佐尧帝治理政事之后，曾经巡视天下，看到百姓因为水患颠沛流离，这不得不归罪于鲧的治水无功。为了赏罚分明，就在禹山（今山东郯城县东北，接江苏赣榆县界）处鲧极刑。另一说未流放。舜又推荐了鲧的儿子禹，继续他父亲未完的治水职责，古代职业为世袭。禹接受他父亲失败的教训，一改治水的方法，他是用疏导方式来宣泄水势，使东流入海，使世人享受到四季农耕、无不咸宜的幸福。这是以成与智慧来克服带自然灾害的伟大精神表现。据说禹治水的时间为13年，这13年中，他无一天得到闲暇。为了治水，他跑遍了中国各地，不论高山、大川，到处有禹的足迹。和禹一起治水的徒众很多，当时称为徒害，大有徒众之多，骇人听闻的意思。其中较有名的有高陶、易、后稷，以至4月、群牧，都为禹的佐官，可见得当时治水是一件大事。禹为人以身作则，他曾3过家门而不入。他左手拿着绳，右手拿着尺，测量平、直、高、低、远、近的准绳规矩，一年4季都载着随行，真是废寝忘餐。栉风沐雨，13年如一日。疲劳使得他腿上少了肉，颈上没有毛。
弯腰驼背，连走路都迈不开较大的步伐。后世人常讥道学先生走路的架势，谓之雨步，就根据禹的这个古代传说而来的。禹娶了涂山氏的女儿，传说禹在成亲的第4天就奉命离家治水了。他第1次经过自己家门，是在他离家还不到1年，他的妻子正在生产，生的那个儿子，据说就是启。他虽然耳听的婴儿呱呱的啼声，也因工作忙，不敢为私情误了公事，硬着心肠过门不入。以后2次经过家门，也未敢因私废公。由于禹决心要避免父亲的错误，用疏导的方法治水，既要导水，也要导山。他跋涉山川，逾越险阻，走遍了穷乡僻壤，有人无人的地方。因为禹要取得这许多人的支持和合作，来完成治水的工作。那时中国文化初开，这样广大的地方，散布着千千万万的氏族人民，书讽一俗奇奇怪怪的事情，不知有多少，各种可惊可恶的现象，自是必然的现象。还有一件事，在当时疏导大小河川，必须开凿山崖，把挡住水势的大大小小峰峦岩岭，都要查看它的向背形势，引水下行，凿开水道，使水势畅通无阻，才不会溢出旁边，比起修一条公路还要麻烦。在那时完全依是人工和原始工具的时候，那不能不算是一件奇迹。传说黄河上游的龙门山，山西就是那时所凿。它位在凉山的北边，与游击石山、甘肃导黄河到了凉山，开凿龙门，口宽80步，河水由此直泻而下，奔放倾泻，声如巨雷。相传沿迹还有凿捐的痕迹，只要到过龙门的人都可以知道它是怎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因为它是这样高，所以许多大鱼都集在龙门下面向上跳跃，便传下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说是鲤鱼能跳得上龙门，便会变成了龙，这也无非因为它是十分险峻的缘故。像这样凿通的山，不知多少，工程的浩大，真不能以言语来形容。但是这一切困难，毕竟在他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克服了。他发动了全民的力量，把中国9条大川疏导得畅其所流，而无数支流也一一治理得通达无阻。这种伟大的工业，在当时可说是惊天动地。禹的业绩流传万世，直到如今还称中国地方为禹域。但全民的伟大力量更值得歌颂，这是举国一心，众志成城，才能有这样盖世无匹的工业的。禹在治水成功后，农业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命令伯益叫人民在低湿的地方种稻，又发明了掘井引水之方，使得离河川较远的人家
亦可运用井水来灌溉农田。井的发明不独于农田的帮助很大，对于人的生活改善也是值得称颂的。接着部署后继教人民从事稼穑，发展农耕，垦殖播种，让人民在水退之后马上就可以进行耕种。不消几时，便遍地桑麻，满田稻麦，人民个个丰衣足食。然后又根据山水地势，把中国分化为几个区域。据说那时已经分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依土地的肥瘠来定各州应纳的田赋和贡品。贡品里面有金铁珠，也有竹漆橘釉，也有胭脂丝洗，也有齿革羽毛。据说那时九州地方，南到长江，北到衡山，山西北部，东到海，西到昆仑，在与以前，中国声威没有达到这么远的地方。现在与亲身率领许多徒众到了各处，平定了许多年的水患，各地人民全都钦佩禹的服务精神，并且了知中国是多么大和大家团结的重要性。这样一件惊天动的伟大无比的事业，是21-20青池累差的禹带头，用了无数人力和坚毅不摇的意志来造成的。后人歌颂他，赞美他，便用了大禹、神禹来称呼他，并且把整个中国叫做禹域，意思说是禹整治过的地方。禹治水成功，顺赐禹玄龟，讲他的功劳，并命他做司空的官，管理平治水土的事。那玄龟是黑色的玉，经过磨琢，可以拿在手中，是最隆重的奖品。因为天为玄色，以玄龟赐禹，是表示他功盖四海的意思。这时候高陶做了事的官，管理刑法；后魁做了乐政，治了韶乐；契做了祭的官，叫人民播种百谷；契做了司徒，教育人民。连禹一共5个，都是最有名。后来5臣之中，倒有4个的子孙做了天子。虞舜觉得禹的功劳浩大，也仿照尧帝的做法，将天下传给立大功的禹。由舜帝传下之天道兴法真诠曰：人心为为，道心为为，为精为一，允直觉中16个字，故后世以此16字谓天道兴法16真诠。所以中国故有文化系继承，天道之道统者也。夏禹传国439年，宗论禹一生功业，至为彪炳，而其治国之方式，则受到洛书的启示颇多。在其治水期间，于洛水见神龟复文于背，法而成之，即成洪范九畴的根据。除了事功外，尧、舜、禹均以帝王之身，一人有命而化万民，因此他们3位圣则成传着道统，而他们代代相传的棒子，便是那寄禹一首。人心为为，道心为为，为精为一，
允直觉中。本首寄语出自《书经大禹谟》，自古以来圣者所追求的，无非是在心性高洁灵明的洗炼，盖自古以来人心因溺于物欲，故易思而难攻，随时都易引诱人堕落而忘了修本性。真理往往是黑暗茫海中的灯塔，稀少却是光亮，尤其在这举世滔滔，人性面临考验的时局更显得重要。唯有能得一之义理所在，才能本着道心来领导人心，一切动静思虑，无不能合于中道，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能移则能达，能中不能远，有宜合中，圣欲便不远矣。易经研究之二，陈永红。河图生成之术与五行五方五德的关系。人体小宇宙检视图。河图诀窍。三五一都三个自古精明者是海西。东三南二同城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之中生数五五气朝元节婴儿。婴儿太乙寒真10月胎丸入肾机。修道好。古谚道修道好，道德乃是古今宝。忠臣孝子烈女杰妇都凭借他立竿标。虽然受百般的折磨，曾长风破浪涛，那种坚贞的精神，比如呐喊没节操。松波不雕大德真君作词。调记台湾好。1、3、5合为9，2、4为6。修心炼性报元首一义则太极。存心养性直中贯一义则原点。明心见性万法归一义则本体。道三花精气神。五行金木水火土。如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五常人义礼智信。佛三归佛法僧。五戒杀盗淫妄酒。明明德者天意也，意者其也，其源为三，三用其全。心明者的二也，二者偶也，偶方为四，四用其半。三三见九，天之数也。二三得六的之数也。止于至善，至善之理乃无极之真。和天九的六，乾用九，坤用6。易经终极班。结业心得。刘家信。干刚自强95尊，坤柔厚德62弘。屯苗萌发盛，护持蒙受启迪之天命。须正菩提非外求，宋氏萧礼为大同。师徒共办三曹，是比清前贤和乐融。小处能行千里远，屡见出至敲经中。太安七奴平天下，狗南来时勿荒津。同人心应破言笑，大有希望彼岸登。千冲自目宿己位，欲顺奋起显人风。随方救援绝似五谷，研读与使人蒙。临为镇定根基稳，观彻动机言真宗。是颗精进阔步迈，奔光千丈入云耸。包尽八魔现如来父的三宝喜无穷。无妄缘念成何染，大处培德存典型。以养性全民根源，大过其才法天晴。砍欲万物会生，常离照愧昏早觉醒。
咸通人我一体连横守信愿是清功。遁走凡萧任遨游大壮豪志表苍穹。尽登仙榜万八年名一趁显莫峥嵘。佳人相聚莲花方魁别并非缘意中。拣选真假奈熬间解悟生死太匆匆。损魔愤欲除玄览毅力十方化迷童。决胜末后只轮回构欲三奇会群英。翠慧福泽降甘霖生超玄祖见其功。困贫使之品清其井深水良心如镜。革除陋习陈尧舜顶烹运灵委去清。正发激昂脱将及更于宝地日三省。见相嘉靖作楷模归备其兄面容。风遇道业变海鱼旅居成繁幻似红。训入里路体微妙对满胸怀豁贯通。涣洒慈爱悯三途节操如竹直拔挺。中福成德达至善小过不二永志明。既济96瑶池反魏济使命成愿行。易经终极班。系辞传第15章是修道指南与警惕。1. 前言。易经是中国经学中最高深的一门学问，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精妙绝伦，故被尊为群经之首，万经之王。内容重点在阐述天道的真谛，范畴包括理、气、数、象。其所阐扬的正是生生不息、日新又新、体大思精、深切实用的哲理，故能远启中华文化顺应潮流，最能洞烛机先，探究天人之际的今生之源，提供世人如何安身立命之道。孔子于《论语》中云：加我数年50以学艺，可以无大过。又云50而知天命，说明研读易经不仅可以无救，更能够因而知天命。所谓之天命，就是真正知道宇宙的自然规律之运转法则。而人生的智慧正是从体证宇宙规律而引申出来的应用之道。因此易经是白杨修士明道的典籍，启发尽德修业、待人处事时时警惕的指南。后学在机缘促成中荣幸在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的暮年，经同修谢僧松老师推介参加易经4传班的研修行列，深恐跟不上进度，因有了天恩师德四圣暗中护持，陈老师循循善诱，痛修的指导，一路修学顺畅坦途。在学习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章节摘记如下。2. 系辞传第15章第1节。经文：义之心也，其于中古乎？作义者，其有忧患乎？心得纪要易学的兴起，大约是中古时代吧。易经的作者，概构成其学理于忧患之中吧。此节指明殷商末世，易道中为文王被囚于有里，身经患难，以明处忧患之道，进而推究义理而作系辞。3. 第15章第2节。经文：是故履，得之基也；谦，得之秉也；
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欲也；困，德之变也；谨，德之必也；训，德之治也。心得纪要此节所启示的，诸如履卦是教人礼仪，它是建立德业之基础。谦卦教人卑己尊人，虚心忍受，是德行的把柄。复卦教人除去物欲，叫人从善。反见本来面目，是德行的根本。恒卦是教人始终如一，恒久不已，它是德行稳，故之所由。损卦是教人成愤治欲的道理，为修德的功夫。益卦教人迁善改过，使德行日益宽大。困卦教人颠沛穷困时乃不乱，守着正道，辨别德行。谨卦教人德则似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达到利人利己的道德境遇。训卦是教人因势利导，是德行能够质疑。4. 第15章第3节。经文：履合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便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常欲而不涉，困穷而通，谨居其所而谦，训称而已。心得纪要复卦只有一个阳爻，位于五阴之下，卦一包一极而复。一阳虽为，不为众阴所掩，盖决离反正，只消一念开悟，便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一极，所谓复见天的之心，虽只微弱，已能照见事物，正如慧心一点，只以辨别是非，着见真理，故曰小而辨于物。损卦成愤治欲和克己复礼的功夫，是修身的起步，是很艰难的。所以说先难，故先以勉强功夫修持，日久则习惯成自然，便容易了。益卦是描述忧患时，应之发愤，日进无疆。困卦是写忧患时，有言不信，但也有不求人知，只要不更其平生所守，自能度过难关。谨卦是描述处忧患时，其德如井，虽不求人知，但别人向我求取时，却井口常开，井水常注，养人而不穷。训卦是描述处忧患时，要顺乎中正之道而行，才能转危为安，化忧为乐了。5. 第15章第4节。经文：履以和行，谦以治理，复以自知，恒以易得，损以远害，益以心力。困以寡怨，谨以变易，训以行权。心得纪要履卦是教人以立身之地，且祥和的行事。一切行举若能本乎和，则所行之人就不流于姑息，所行之义也不失薄，所守之信就不至于有失立场，则发挥履卦干健之德，中充内和，柔悦和顺，不失中正之道。谦的真谛在于自卑尊人，自厚先人，如能以谦精神来制定规仪，实践礼仪，就不会太过或不及。一合规矩，使之处处合宜。复卦是教人回复善性，一旦能复见天的知心，以成主道，一物有物，良知不为物弊，善端不被私蒙，平心慧明，无不朗彻。
恒卦世交，人永保全德，始终如一，贯彻到底。修道要成功，不可有二心。盖义者，天德。真常之道，性命之正，能把握一，从一而终，纯依其德。损卦，损一分人欲，则天一分天理，身心之极损去，则德行必日盛，此正是远离祸害之道。义卦，德也。日进是谓义，义即利己利人，气入圣真，是谓无上之力。菩萨的精神在于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的离苦，此即大利的意义所在。困卦是教人艰苦奋斗中能够经得起历练与考验，不做无益之埋怨，人就能寡欲，有时虽以善尽人事，却仍不得其愿，是天命之然，当要乐天而安之，不怨天，不尤人，自然能寡欲了。景卦是教人辨别义理之源，精神在于对内要求能尽德性之坚定，于外须备济物之德则，而尽力的原则，系以义来做分界线，一旦能依此而亲人民爱物，然后成化育之功。巽卦，巽有顺让卑之意，修德之人需要通权达变，行权称物，回应乎天理，顺乎人心，不悖于理，处处合乎进退之功，动静之道，内外之理，则可通行无碍，圆满就近。6. 结论。此章第2节言九卦为修德之基，第3节言九卦之才德，第4章言圣人用九卦以修德。孔圣人在系辞传此章节里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陈述易经64卦中履、谦、复、恒、损、益、困、巽9个的内涵与真谛，应连续3次加重语气，要所有同修能透过这9个卦来进修德业，来领悟性命全源。故我们遵系辞传中此段章节为孔夫子的3乘9卦，意义深厚，每拜读1次，即有1次的警惕。纵观上列9卦，正是道尽了忧患与修德的原始要中，此9卦寻义理路，为全64卦之典要，以崇德广业顺性命之道，以9卦为德之基、之秉、之本、之固、之修、之欲、之地、之治之也，以此修德成就仁德之大业。勤修正法正菩提。编辑部。1. 前言。3天主考院长大人曰：菩萨修圣道成正果4种法要，清净善有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如法修正。先佛曰：修道3不离，不离佛堂，不离经典，不离善知识，学习态度。子曰：饱食终日，魔所用心，难以哉。圆觉经曰：不重酒席，不轻初学。慧能祖师曰：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
听闻法要的目的，启发内在菩提心发心，让生命再次蜕变开悟，心灵层次再提升成长，智慧不断在启发觉醒，以达究竟涅槃，圆满自在。2. 勤修正法正菩提。勤修，努力修改，精进修持。正法，不偏不倚，成就佛道不二的正确法门。菩提，觉悟的佛，就是经过智慧而觉醒，到达涅槃的彼岸，就是到达佛的境界，脱离烦恼苦海所做的修持，是指自性清净无染的佛境，代表收成的果实。六祖曰：前念着尽即烦恼，后念离尽即菩提。又曰：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如欲明月长圆，必去遮云；如欲明镜常清，必除污垢；如欲自性光明，必修正法。先佛曰：世人皆昧于处境尘浪之凶兆中，执着烦恼相，受风浪吹袭，淹没真性。种子习气长流不退，衍生困扰，而不得自在过活。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师尊曰：苦的根源，就是对世间贪欲不舍，若能无畏自然，就会得到身心的自在。先佛说，修道不能成佛，有6种病因：愚痴放逸懈怠，不信昏沉染者。要如何治疗解决，破除平息呢？必须勤修6种正法，破除病因，使能成就一位觉者佛。3. 6种病因。勤修智慧以破除愚痴。佛曰：人遭6大烦恼，性必迷昧，故成愚痴，见相不见理，永在6道中打滚轮回，所行之事亦受风尘疾，难入智慧之门，故衍生憾事。智慧之人洞悉真伪，众圣轻凡，转行为行真，转言语语实，转观念念缘。智慧之人留得清白在人间，欲色不迷，见财不贪，闻善必行，有过必改。智慧之人认知4共加行，生命无常，人生难得。因果是真，轮回是苦，一生追求什么，决定你的智慧。先佛慈悲，贵莫贵于未圣贤，见莫见于不知修，贫莫贫于未闻道，富莫富于续道德。勤学正见以破除放逸。放逸者，指心放纵不拘，如野马奔放，一生一世，图利欲、权势之事，不守方寸。知得纵身于酒色，而任苦味乐，沉迷虚幻之中，不得自拔。正见者，正确的见解、思想、信仰、看法。师尊曰：真正的信仰，是要能让你明白生死大事。高雄大肺胡持甫千岁曰：短暂红尘即似风贫贱富贵一般同，得失顺逆非真相，顷刻无常，转眼空，学无止境。
俗云，人生70才开始学习圣哲及孔夫子的人生经验。养生，长寿也，养生也。规律的生活，愉快的心情，勤劳的习惯。养心，修心也，精神修养也。虔诚的信仰，磅礴的胸襟，坚毅的意志，永恒的热忱。勤行精进，以破除懈怠。精进者，专心坚持不退转，持之以坚。懈怠者，心放松，欲进退缩，幻想自持，无心于道，学而不久，进者锐，退者速。蓝采和大仙曰：君子有三习，此生不修道可惜，故习生；此日须度过可惜，故习日；此生不爱护可惜，故习生。佛遗教经曰：汝等比丘，若勤精进，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数数懈怠。譬如钻木为热而熄，虽遇的火，火难可得。圣人曰：凡圣同源，为学乃至。譬由良木在其，必甲除离，每遇脏骨，必须剖凿，匪剖无以获稀世之珍，匪除离无以收银车之骨。故曰：人患学之弗精，不患道之弗明。既学精而明乎道，何佛祖之不可成？少不学道，有目而盲；壮不学道，夜时分更；老不学道，至死无能。富与贵而不学道，堕陷火坑；贫与贱而不学道，牛马纵横。勤立正信，以破不信。正信者，正确而合乎真理的理念，是无杂质的虔诚信仰，是修道的宗旨，行道的力量。不信者，心执猜疑，不信因果，不信真理，别有用心，猜疑之念，充塞自心处，处不得正念，不得信解，必地于流转漩涡，难以拔起。先佛慈悲，要成佛必具足4项条件：坚定的信念，冷静的头脑，沉着的态度，勇敢的作为。国父孙中山先生曰：无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可成之日，无心信其不可行，则反长折之意，亦无成功之期。世尊记曰：信能度冤赦为传师，精进除苦会到彼岸。又曰：因有信心故，则不造诸恶，一切诸功德以信为使命。勤务正念，以破除昏沉。正念者，善念也，无邪的心念动机，不着相，无杂思，清净皆空。昏沉者，心念昏暗不正，唯理之心无法振作，终日生活无目标的环境中，心无光明，不得安静纷扰常生，心生纷乱，性起迷雾，迷迷糊糊过一生，将自己身锁在迷雾谷中，不得其门而入。师尊曰：农夫欲播种之前，必先将杂草铲除；修道欲教化之先，必先将心念清净。古德云：隐微的心念不易察觉，累世的业障不易斩断。
其始甚微，其终至于不可救。常生善念的光明，一灯能照千年，暗一智能除万年余。善的存心与正念，可以化昏沉，以显自性光明。古德云：心一乱，言行皆乱；心一错，言行皆错；心一怕，言行皆怕。古德云：念正天堂路，念邪地狱门。万法皆由心生，万事由心灭。院长大人曰：一念忏悔，佛心即生；一念感恩，魔道即远。心念不正扰性的，心常正念，诚心止虑，常关照，常明常定，内外圆融。把持正念破昏沉，勤练正定以破染者。正定者，知止也，禅定也，正业也，专注也，格物也，静心守性也，禅也，心至坚定，不为外物动摇也。染住者，心住也，散乱也，污染也，执而不化。六祖曰：外离相未禅，内不乱未定。外弱者相，内心即乱；外弱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静自定，只为见静思静即乱。若见诸静心不乱者，是真定也。黄禅师曰：众生者相外求，辨佛见佛，终不能得。不知习念妄成，佛自现前，者相修行。皆忘道与道乖，是以万念竞技，应魔所助，天理自然流行。散乱之因，以耳目导心，以欲扰心，以事烦心，以静身心，以情动心，随念而发则乱也。身散乱则不能其庄中正，心散乱则幻想多端，性散乱则不能生发大仁、大勇、大智，成就大事。佛经曰：心取罗汉，心取天，心取畜生、虫蚁、鸟兽，心取地狱，心取恶鬼。作行貌者，皆心所为。正定来自日损的自知，正定来自无念的认知。4. 结论。观世音菩萨曰：胸怀大智力千秋，正见无邪向道修。洞彻尘埃如幻影，勤修正法断烦忧。42章经曰：人有罪过而不自悔，顿息其心，罪来复生，如水归海，渐成深广。若人有过，自解之非，改恶行善，罪自消灭，如病的汗，渐有痊愈耳。在修道中如何提升自我？杨圣贤。1. 前言。故事。譬喻经里有一个故事说，世尊在世时，有一个妇人生了2个儿子，一个善于游泳，一个不会游泳。有一天，不会游泳的儿子掉到水里淹死，妇人并没有哭，把丧事办好。后来这个会游泳的儿子也不幸在水中被淹死，妇人闻讯放声大哭，邻居觉得奇怪，就问他：你的第一个儿子死的时候，你一滴眼泪都没流，第2个儿子死了，却哭得这么伤心，这是为什么？妇人说，先死的儿子因为不会游泳掉下水淹死，
只能怪自己不会游泳。但是后来死的这个儿子，他懂得游泳却也淹死，这不是很冤枉吗？这个故事告诉咱们，一个人如果没有求道，没修道，沉沦苦海，受六道轮回，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是如果有求道闻法，却不知要修道，又因为没坚持到底，半途而废，受六道轮回之苦，这是很冤枉，也很可惜的。所以吕祖云：万劫迁，生得此生，须知前世种来因，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就像这个会游泳的孩子，最后却被淹死，为什么？是不是游泳技术不够好，才会淹死？我们求道之后，如果跟没求道一样，保持现状是不对的，太对不起天恩祖德。引宝师及点传师，点传师在点到词云：愿不能了，难法相反要行功了愿，要救度有缘兄弟姐妹，必须学道、修道提升自我。要如何提升自我？二、如何提升自我？肯定自我，对道要有信心，肯定自我是佛。世尊云：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性，人人皆可成佛。人人想成佛，但是我们有真修吗？每个人都能当博士，请问咱们有认真读书吗？每个人都想当比尔盖茨第二，咱们有他的知识吗？有一个凡人问佛：我与您离多远？佛说：我就在你的里面，只要你将善种子种下去，你修成正果，就是佛。一粒种子种下去，到开花结果，需要栽培灌水、除草、施肥、施药，最后才有果实。修道亦复如此，经过求道、学道、办道、行道，去其本无，回复本有而了道，成道。坛经曰：菩提般若之智，是人本自有之，只愿心迷不能自悟，虚假大善至实。是导见性，当知于人至人，佛性本无差别，世间人因愚痴无明，明知世间是一个假境，身处假境中却不知借假修真，自愿为其所绑，事业、名利、亲情，让自己坠入生死轮回的苦海中而不自知。无差别，只愿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只愿迷悟不同而有智有愚。故六祖肯定觉悟的自信，人皆有之，只因心有所迷昧，所以有劳大名师。诸佛菩萨、圣者、诸仙真来开启提醒，关于世人心迷故事，在孔子家语中有一段记载。鲁哀公有一天对孔子说：我最近听到一则故事，非常好笑，有一个人搬家，竟然把他的太太忘记带走了，这样的糊涂虫，你听说过吗？先生用机车载太太，但太太未上车，先生骑走。孔子正色对曰：这还不算是糊涂的，更可悲的是迷失了自己呢。例如无道的。下节为了宠姬媚喜，酒池肉林，
饮酒作乐，竟然忘了圣王的法规，终被汤王革命而亡国。又有一则迷失自我的故事。能人寺海会和尚在庙中不守清规，除了吃肉喝酒以外，还利用迷魂药，诱奸良家妇女，会声远播，经人告发，由官厅补送法办审查属实，发配贵州蛮荒之地充军。由县衙派解差李万押解前往，海会和尚在地方上有他的潜在的势力，很多亲友、僧俗两界有100余人前来送行，纷纷送盘缠银两。顺着水路西上，经过武汉，到岳阳，然后穿过洞庭湖，溯资水到宝庆，过宝庆西走是湘西山路，蛮障与虎狼窥寺，此后行程非常艰难。这天来到湘西一个小镇，全天山路攀登，非常疲劳。海会不愧是个花和尚，入殿以后便呼叫要水洗脚，要酒下饭，在吃饭时，大碗的酒，大块的肉把鸭叉里万灌得烂醉如泥。海会和尚从鸭叉身上掏出钥匙，开自己枷锁，反套在鸭叉颈上，然后拿出剃头刀，把李万的头发治光，席卷银两从容逃走。隔天鸭叉李万醒来，滔身上公文，任务未了，扶颈上枷锁，王法人在，摸顶上光头，和尚依旧，一时摸不清头脑，奇怪的大叫道：我自己呢？迷失自我而未知醒，欲寻回自我，不可远求他觅亦不可得。现在的人只是心迷不能自悟，所以上天慈悲，在3期末节年把天命交给大明师事导见性，因为咱迷了太深，以咱自性来说，于人至人本无差别，只在迷悟不同而已。仙佛云：迷者千万里，觉者一步超。过去的老前辈们，一求道之后，勇猛精进，有的求道40、50年到现在还是叫不出来佛堂，所以佛与众生的差别就在这里，人家成功不是没有原因，1分修持1分收获，关照自我。六祖云：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我们真正观的是谁在观呢？自性，由自性来关照，透视一切诸因缘均为空，一切外境均能明白在心头。人生苦短，不会为有形象的物质环境去拼命追求。老师云：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难怪《红楼梦》里面的好了哥感慨地说，人人都道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生前苦恨聚不多，得到多时也毕了。人人都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秋埋没了。人人都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人人都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要知道心不是用眼睛去看，
而是要做如是观，透过我们的智慧去往内观，观我们的心正不正，杂草多不多，有否被外在尘缘物欲蒙蔽自己的心。个人如果迷失在追求外在的环境与欲望时，现实环境就会逼你盲目去做，那么你仅存的一点道心，到最后全变成凡心，用凡心怎么修道呢？迷一间别墅，一台名车，迷一个人，得不到会盲目做出不可思议的事。迷昧之人有兄弟姐妹要度他来求道，他说天堂你们去，我去地狱。有的人还引用地藏王古佛云，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见迷昧的程度有多深啊。慧远禅师云，生生之谓生，知生生已老，生愿之生迟，知愿生生早，生之不相逢，人生即度老，生之若相逢即可成佛道。各位咱今日在座前贤都有生至相逢，有健康身体，会来佛堂听道理，会修道，会行功立德，会度化兄弟姐妹，有智慧即可成佛道，成在世国菩萨。师尊云，世间修道人很奇怪，明知世间是一个虚花假境，身处在假境中，不知借假修真，还是甘愿被假境所绑，如事业、名利、亲子，让自己跟凡人一样，地入生死轮回的苦海中而不自知。所以修道要随时关照自我，随时把心拉正、拉稳，这样才能做自己心的主人。记得有一次阿修罗魔王召集魔兵魔将开会，主题如何让修行者坠入魔道来。魔甲献计说，魔王啊，咱散布谣言说三界已无魔道存在，修行可以尽情享乐，互相斗争，损人利己，也不必担心，就会必入到魔道来。魔王云，不行，不行，这个谎言只能骗初学者，修行者不会轻易相信。魔乙在献计说，魔王啊，不然就说人死犹如灯灭，根本没有天堂地狱的存在。魔王云，不行，那只能骗那些不虔诚的修行者，对诚心修行的人仍然没用。魔丙露出阴险的笑容说，魔王啊，大王只要到人间去散播没关系，还有明天的坏思想，如此精进的修行者，便会因此而懈怠，荒废道种的培植。西也会开始懈怠，反正明天还有机会。习性、秉性没改，反正还有明天。愿没了，反正还有明天。生死大事虽重要，反正还有明天。明日复明日，还是有明日。周前人云，不知道还有几本月历可用。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关照省察是一种修行功夫，大部分的人无法在错误中省思，把不对的归于外在的因素，即怪罪于他人。
如走路被石头绊倒，要怪石头不走开，还是要怪自己走路不小心？如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还是有人喝酒开车，往电柱撞上去，下车说是谁把电柱放在路中，害我撞到，死要面子，不承认自己的错。岑子云，他每天对他自己省察3件事，自我检讨，为人谋而不忠乎？为人做事，贵在能忠。谓之有尽忠乎？公司、工厂做事有忠乎？对道有尽。忠乎？有把道放在心中吗？有推行道悟乎？在道中做事，贵在诚，谓之有尽诚乎？忠与诚同，诚则不自欺，为人谋以忠则不欺人。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我们与朋友交而有信用乎？人言何谓之信？人无信不立。故事：狼来了，狼来了。故事：七爷、八爷、谢必安、范无咎。两人相约在桥下见面，因下大雨，洪水淹桥。言愿抱桥而死，焉能失信而归？一言说出驷马难追。守信而成神，尤其在修道过程，更不可失信于人，传不习乎？代理名师，把道传给了我们，是否有研究吗？有温习，礼节道义有学习吗？为政篇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故，温习研究，而达创新。如后学很多功夫，但是回来很久没复习，现在把师父教的功夫还给师父了。前辈者，点传师所教的若无复习，俗语说3日无，就爬上树。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吃饭个人饱。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个人修行个人得。孔子有感受到，一般人都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颂者也。已矣乎！有言罢了。叹词。吾未曾见能自见其过之人，而能自责内心之咎也，故不见己过者，宽松以自恕耳。若能责己如责人，必自知己过，而悔改之，犯过必先矣。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故事：一个甲对乙说，隔壁新搬来的错边真可恶，昨晚3更半鸣，跑来我家按门铃。乙说，确实可恶，你没有马上报警吗？甲说，没有，我当作他是疯子，继续吹我的小喇叭。各位听听看，这是谁的错？在修道中一点都不能马虎，自己可以吃亏，不可占人便宜，别人都用佛尺在测量我们，用高标准在要求我们，但是要感谢他们，是在造就我们，提升我们，改变自我。我们虽然有佛性，但是现在还是众生，要如何从众生修成正果呢？从生活改变自己，从凡夫修成君子，只要依理实修，就一定会改变，气质也会不一样。
在道中有很多贤贤大德，未求道、未修道之前，气质平凡；自求道以后，时常接受真理教育，前辈教导，道清感化，慢慢改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道貌不凡。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把道传给他了。得道之后，临走之前，老子嘱咐他几句话：道你得到了，我告诉你，你要修道，要行道，就不能意气用事，你要改变自己，要以另外一个人的态度去修道才可以。那要怎样修？老子曰：良甲生藏若虚。君子慎得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无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良甲生藏若虚，会做生意的人，资金、货物都深藏不露。真正有钱的人，不会拿一叠钱起来面前算，拿一张白金卡就很好用。一般来说，须有表面人，有10万做100万，有100万想要做1000万的生意，叫做海派作风。东西都摆在门前，炫露有很多货，把门面装潢得特别漂亮，外面美丽内面空的，这是不对的。真正良甲，大生意人生藏若虚，好像没什么。真正修道君子，他是虚怀若谷，当作修道是自己本分事，没什么。如稻米，越入米，越低头，头向上，无入米。君子慎得容貌若愚。我已把道传给你了，你要培养德行，成为一位有道的君子。你的外表容貌要若愚，大智若愚。不要把你的精明能干表露出来，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不要以为自己事事能见通。圣哲云：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得薄；度一人来求道，常炫耀；自以为不如人，得厚。真正有内涵有内德的人，不敢夸耀自己。有实力有修养的人，就懂得谦恭礼让，才是圣德君子。易经云：谦受益，满招损。如果常炫耀自己，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譬如，常拿一叠钱在人面前算，总有一天会遇到歹徒，不是了钱，可能生命不保。向后学姐夫，家里核心养懂。去子之娇气与多欲，这个字就是指孔子，你有一些娇气、骄傲。孔子在山东有很多弟子跟随他，他是为人师表，免不了有些娇气，你要把你的娇气、傲气去掉。修道是身内事，还我们本来面目而已。行道是分内事，尽我们的本分而已，有什么值得骄傲？轩辕皇帝去拜广成子时，广成子曰：佛法平等无高下，骄傲逞强莫进来。道在低处，要低心下气。多欲。老子是说孔子想的太多，想的虽然都是好的事情，有希望的事情，想太多就是欲望多也不好。
清净经云，常能遣其欲，而心自净。太色与银质。孔子生于山东，受周朝文化传统熏陶，所以一定很严肃，不计言笑。但老子知道这样，故告诫他，太色要去掉，不要装样子，把庄严放圆谱里面不要露出来。银质是志向不正，孔子当然是不会有的，这事随着讲一下。不正的志向叫做淫志，或教邪的志向。世皆无异于子之身，无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这些娇气、太色、多欲、淫志，在无修道以前是无所谓。你既然问礼于我，我把道传给你了，这几样东西都对你没好处，相反的会使你修不成道，你要把它去掉。老子是把利害关系告诫孔子，也是告诫咱修道的兄弟姐妹，求道以后要改脾气毛病，要改变自我。老子云，娇气要改，太色要有圆滑，多欲减少改灵淫志，志向要正确，自我检讨，互相鼓励。若有而未能改变，如有病吃药没朝复，未能承受，并无根除。道理是要让我们心开悟解，用心体会，听道理才有感觉，要抓住你的感觉。有感才有觉，有觉才会悟，真理才会生出来。感觉要用心。故事：有个徒弟要来修行，师父都叫他扫地，打扫多日，终于忍不住，跑去问师父：为什么你不教我一些真理，让我有感觉，让我开悟？师父拿起扫把敲徒弟的头顶，徒弟吓一跳，摸着头壳问师父：你为何敲我头壳？师父笑笑地说：你不是要有感觉吗？现在你一定有感觉，好，告诉我，你领悟到什么？徒弟很有智慧，马上双手作揖，向师父敬礼说：师父弟子懂了，原来感觉不能向别人要的，是自己去领会的。在修学道过程中，觉得早造业少，觉得慢造业多，觉得早就不会吃那么多生灵。佛曰：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在未求道以前的我，以及来求道、进入学道、修道，咱有改变否？如无改变，那我们互相鼓励，把不好的改成好的，突破自我。为什么要突破呢？因为在修道过程会有瓶颈，所以要突破心灵的障碍。孟子云：学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解说，也就是说，放下咱的俗事、执着、烦恼、挂碍，想想诸位来到佛堂，有没有把烦恼挂碍放下呢？俗事一大堆，能悟入道理吗？能显出清净的道心吗？自己内心最明了，尤其是心中的六贼的牵缠，所以我们的道心不能清净，被污染了。污染的土地种不出优良的果实，烦恼的心地，佛种无法根深蒂固。有的烦恼
经济无投入，儿女成长，胖也烦恼，瘦也烦恼，佛种种下去不能发芽，不去成长。六祖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净明经又称为摩诘经，直心是道场，直心是清净佛土。佛派光颜童子去给维摩诘居士探病，而不敢去原因。故事有一次，童子结束城内道场大法会，在城门外口遇见维摩诘居士，刚从外面欲入城。童子问长者从何处来，长者答曰：吾从道场来。童子大惑不解，因为童子认为道场只有城中才有，城外怎会有呢？长者便开示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的道理，道场是魔所不在，直心当下即是，简单之。此生即是佛堂，因为里面住个自信佛。一行三昧是修到极高境界的功夫，一行便是修到一切处无不合真如，三昧是达到精妙处的正定慧境界。六祖云：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不只是偶尔发一直心，来佛堂就发一直心，出佛堂就没有发一直心，是要在一切处常行一直心。如果真正修持到这等境界，又何必担心道业不成就呢？故事有位老太婆，70岁，看开事情，经常想要修行，可是不知如何修。有一天看到一位修行者，慈眉善眼，安详地经过他家门口，老太太真诚恳地打招呼，请师父入内奉茶，很慎重地请教修行之道。这位修行人也详细回答如何修持。从此以后，老太太行持甚笃。过5年，行者路过来探望她。老太太说，除了睡眠以外，已经可以一心不乱了。又经过5年，行者再来时，老太太告诉他，自己日夜都能至心一处清明在宫了。又过数年，行者再来时，老太太告诉他，不久我将远行，要去的地方我也清楚。故事中这位老太太在短短10多年就有所成就，就是靠潜心、恒心、毅力。一行三昧是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直心，这才是真功夫。一旦心行执着，一味讨好眼、耳、鼻、舌之欲，生意贪念，绝非直心。人不能成佛之因，妄想与执着。俗语云：儿身千里行，母心万里逐。这是天下父母心，父心放不下，执着不放心，修不了道。有些道亲叫他出来入班，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孩子今天要补习英文，还要载他去补习数学，整个星期都是放不下儿子，都叫不出来学道。有一位金碧峰禅师，禅定功夫已达到至高境界，唯独对他专用的玉钵爱不释手。每次要入定之前，
一定要先把玉钵收好，然后才安心进入禅定境界。有一天，阎罗王知道金碧峰阳寿终了，便差几个小鬼要来捉拿金碧峰禅师。金碧峰预知时到，就进入甚深禅定的境界，几个小鬼左等右等，一天等过一天，都捉不到，没办法向阎王交差，就去请教土地公，请他帮忙想个计谋使金碧峰禅师出定。土地公想说，这个金碧峰最喜欢他的玉钵，假使你们能够想办法拿出他的玉钵，使他心里挂念，就会出定了。小鬼一听，就赶紧找到金碧峰的玉钵，拼命地摇动它。金碧峰一听到他的玉钵被摇得砰砰叫，心一急，赶紧出来抢救。小鬼见他出来了，拍手笑道：好了，现在请你跟我们去见阎王吧。金碧峰禅师刹那间大彻大悟，了解一时的贪念执着，差一点点毁了我千古慧命，立刻把玉钵打碎，再次入定，并留下一首千古铭记。若人欲拿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拿我金碧峰。当下进入了魔住涅槃境界。故事中金碧峰禅师偏爱、贪念、执着，差一点就未能达到无住涅槃境界。鞭策自我，就是不放弃自己，才要鞭策自己。如果要放弃自己，就不用鞭策自我了。今天是礼拜天，去郊游、烤肉、去爬山、看电影是好日子，大家都不去，来佛堂道学交流，来看看佛祖，也是来鞭策自我，不放弃任何修道的机会。五祖教众徒弟去做一寄语，给五祖看，若悟大义，复汝依法为第六代祖。本文门徒有人云：我等众人不须诚心用意作记，将成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的。我辈慢作记诵，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习心闲言。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凡作记。解说：众徒弟云：不须诚心用意作记，神秀上座作记就好，我们以后跟随他修就好吗？这些徒弟都放弃自己，不用鞭策自我。五祖云：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虽然这些徒弟朝夕与一代名师相处，亦不得要旨，由此可见，要求得无上圣。身为妙法，要由名师亲授，而后自己去实践，体证才能有所得。所以修道应有当仁不让的精神与勇气，有机会不可错失。所谓无住涅槃，也就是在尘不染尘，自信中一无所有，清净无畏，圆满觉性。在修行过程，最难修的是六贼：眼、耳、鼻、舌、身、意、贪念、执着、偏爱，这是绊脚石。金碧峰被二位小鬼的笑声刹那间顿悟，立刻把玉钵打破，再也无挂碍，当下涅槃。所以要突破自我执着，
偏爱及六贼的贪欲，一切要看淡看空。在修道立德，唯有时时关照自身，省察己过，才能逆境转为顺境，人心转为道心，无明转为慈悲，执着转无畏，奠定修办道方针。燃烧自我，把自己推出去，把光与热散发出来。到花莲办道，道亲的道情，热情招待，把光与热传给我们。能燃烧自己，才能照亮别人。把自己的光与热使人感受到道的宝贵，把道的福音传遍各角落，尽己之力，不令退转。过去的先佛、圣人，那些老前人们，那位不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成道的呢？张老前人、邱老前人、盛老前人、何老前人、前人、副前人、点传师，诸位，很多前辈者一生的牺牲奉献，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安稳的得道、学道、行道。修道分为三等人：上士闻道勤之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效之，不效不足以为道。要如何开拓道路？如何与人结善缘？如何度化众生？如何行功立德了愿？修道是要时时反省自己，提点自我，以其在修办道中自立立人，博施济民。从以上后学所提各点，量必可自我提升修办道之层次，于此与大家共勉之。3. 结论。师尊云：红尘非故乡，世境多虚幻。尔自天上来，莫忘原来路。盼大家尽心尽力，度尽有缘人，同登彼岸返相念。要有处变不惊的定力，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要有文武兼修的能力，要有聪智远见的慧力。道学用语词汇。礼仪章。80诵律书名，是根本的律藏，在如来灭后结集三藏的时候，优波离尊者在一下9旬之中，80番诵出，故名之。八大地狱。八大地狱，8个大地狱。地狱大约的分别有3大类，即根本地狱、近边地狱、孤独地狱。在根本地狱中，又分为纵横2大类，纵的有8大地狱，又称为8热地狱；横的也有8大地狱，又称为8寒地狱。8大辛苦及8苦，见8苦条。8大明王、8大金刚的别称。大妙金刚经说8大菩萨现身做8大明王及金刚，首菩萨现身做降三世，妙吉祥菩萨现身做2臂6头6足之大威德金刚明王虚空，藏菩萨现身做大孝金刚明王，慈氏菩萨现身做大轮金刚明王，观自在菩萨现身做马头金刚明王，的藏菩萨现身做无能胜明王，除盖障菩萨现身做不动尊金刚明王，普贤菩萨现身做不执金刚明王。
八大夜叉：宝咸夜叉、满咸夜叉、散之夜叉、众德夜叉、应念夜叉、太满夜叉、无比夜叉、密言夜叉。八大奈落：八大地狱。奈落是梵语，华译为地狱。八大金刚：八大金刚明王的简称，又名八大明王。见八大明王条。八大自在我具有八大自在的真我，即能是一身为多身，是一尘身满大千界。大身轻举远道，现无量类常居一土，诸根互用，得一切法如无法相，说一偈一经。无量劫，身遍诸处犹如虚空。八大菩萨般若里去经说的八大菩萨是金刚手菩萨、观自在菩萨、虚空藏菩萨、金刚权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才发心转法轮菩萨、虚空护菩萨、摧一切魔菩萨。七佛八菩萨所说神咒经的八大菩萨是文殊、虚空藏、观世音、救脱、跋陀和大势至、坚勇、是摩难。八大菩萨法指八大菩萨曼荼罗经的修法。八大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梭迦罗龙王、和修吉龙王、德叉迦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摩那斯龙王、优罗龙王。八大观音真言宗所立，据大本如意经之说，一圆满意愿明王菩萨210字，在三季罗刹女、4四念观音、5马头罗刹、6毗支、7大势至、8陀罗观音也。八部见八部中道条。八部尽8种比兵不可积蓄的不净物，即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毒、耕种。八部中观八部中道的观法。八部中道又名八部正观或八部中观，即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去不来。中道是中正不偏的道理的意思。八部正见8种不正确的见解，即我见、众生见、寿命见、是夫见、常见、短见、有见、无见。八部正观见八部中道条。八部可越八境界的别名。八部显实在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依不异、不断不长的八部中，显示出诸法实相的立体。八水印度之八大河也，一名恒河，二名阎摩罗，三名萨罗，四名阿夷罗跋提，五名摩和，六名星头，七名伯叉，八名悉陀。八中洲以须弥山为中心的4大洲，各有2中洲附属之。南赡部洲的2中洲是遮摩罗洲，华裔牦牛，与伐罗遮摩罗洲，华裔圣牦牛。东胜身洲的2中洲是毗诃洲，华裔身，与毗提诃洲，华裔圣身。西牛霍州的2中洲是舍地洲，华裔产，与温达罗曼达里拿州，华裔上夷。北俱泸州的2中洲是举拉婆州，华裔圣边，与焦拉婆州，华裔有圣边。八正道又名八圣道，即8条圣者的道法。一、正见，即正确的知见。二、正
思维即正确的思考。3. 正语即正当的言语。4. 正业即正当的行为。5. 正命即正当的职业。6. 正精进即正当的努力。7. 正念即正确的观念。8. 正定即正确的禅定。修此8正道，可证的阿罗汉果。8位胎藏婴儿在母胎中的8个时期。1. 受胎后7日间，叫做杰罗兰，华裔，为名华。2. 受胎14日后，形状如疮，叫做额布檀，华裔位。3. 受胎后21日，其状如巨血，叫做闭尸，华裔为巨血或肉。4. 受胎后28日，渐渐坚固，有生意2根，但还没有眼耳鼻舌之4根，叫做渐难，华裔为明后。5. 受胎后35日，肉团渐渐增长，四肢与身份之相貌也开始显现，叫做罗奢区。6. 受胎后42日，毛发爪齿逐渐生长，叫做毛发爪齿位。7. 受胎后19日，眼耳鼻舌等4根已经具备，叫做根位。8. 受胎后56日，在胎藏中，形相完备，叫做行位。I Quang Tao as objectives. I Quang Tao is the very quintessence of the 5,000 years of Qin essay history. I Quang Tao is preached for the objectives as follows. Worship the heaven and earth, salute to the God, be patriotic to the cook, NTRE and devoted to beauties, be appropriately behaved and courteous, respect parents in filial piety as well as teachers, trust friends and neighbors, rectify our sins toward righteousness, honor 5 ethics and 8 morals, elucidate sagacious doctrines, faithfully observe Gidi rules, clarify our mind and purify ourselves out of worry, restore to our very nature, enlighten our intuitive ability and conscience, regulate ourselves and others alike, enlighten ourselves and well-being for the entire world. Copied from I Quang Tao as Association. 道之宗旨，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士敦品崇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相邻，改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恪遵四维纲常之古礼，洗心涤虑戒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己利利人己达达人，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义和盛堂活动概况。编辑部。1. 活动预告。月日年大专高专成长营2天2夜。月日读经老师在教育。月日国语启慧班半天。月日年暑假国中国小成长营2天2夜。月日亲口班。
2. 活动概况。月日已故陈前人受封为一手大仙，下凡与本圣堂道清结缘，是日举办仙佛班，聆听圣训。陈前人以至情至信亦能守，愿孝圣贤来挽大洪流，大彻大悟大罗仙领命奉旨师。图办末后。一首诗开示启发圣训，其圣训于下期刊出。月日举办母亲节特别节目，除颁奖给优良母亲外，并有余兴节目，如国乐演奏、古乐表演、小朋友及坤道之舞蹈等表演，以供道亲欣赏参阅。图13。月日举办国语启会班，半天。编后语。编辑部。泰国孔孟中道院天人合一仙佛班开了5天的法会，最后1天师尊开示，生死一梦，真假一同，人我一病及理路一穷，皆要有信愿作为基础。因为众生迷昧了6万多年轮回不止，师尊特别开示，时值3曹普渡，得道徒儿可依据点传师的那一指点去启蒙，随时可回复本来面目，修集度众，并把握信愿一生中的回归理路返相念。合图之理，气、数、向导共其2气5行生化，由此生5脏6腑，周生骨节，配全年天84000毫毛孔窍，道出人类之构造。其5味香的始道，佛、儒家香，即悟出其教中精粹。此外亦导出5行相生相克之理，合图生成之术与3教修行之关系密切。若书是由合图衍生，其生成之术与5行5方5德，对3教之修行精神息息相关。其有了精神，才有情，由情入性，由迷入悟，导致明心见性，使能成仙成佛。不但如此，又从5脏6腑等可导出人体小宇宙，把人体的运作详述无疑。陈前人常开示的多行功多乐愿，对道亲来说是最容易身体力行的。可是，因为最容易做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凡我道亲悉能遵照力行，必有成就以为他老人家在天之灵。日本一贯道总会成立大会，美国一贯道总会成理事长及日本总会烟口理事长。祝贺日本总会成立，希望日本道亲团结同心，知恩报恩，勿忘黄洪恩。凡596原子，皆能携手共同净化人心，促进世界大同。修道是要常时观己心，时戒己欲，时忏悔己罪，实际付之行动，使能利人天，广种福田，功果圆满，返回弥勒家园。愚痴、放逸、懈怠、不信、昏沉、染着是6种修道人不能了道成道的病因。修道人若能不离佛堂、经典及善知识，并且常亲近善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如法修正，则成道无疑。在修道中如何提升自我一篇中所提自我肯定、关照、改变、突破、鞭策及燃烧自我等，
也是修办道之良好过程。我们道亲若能有恒的身体力行，有朝一日必能了道成道反相面。注印大德方明。一、现经部分。诗经学25本，谢义本25本，谢义元25本，郑梅之15本，廖世豪1本，福慧人士5本，林景忠15本，福慧人士3本，福慧人士25本，李家修5本，李家宇5本，蔡琼燕25本，王瑞麟25本，王博洋25本。二、华波楚经部分。杨德香25本。Underscorum, Dersc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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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scorum。 12. 义和双月刊第12期目录年月。义和圣堂介绍。一楼佛堂之百舌不答。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大学正式序编辑部。先佛圣训。陈前人结缘训编辑部。陈前人的话：众人识和尚，和尚不识人了悟。李氏常家言：顺境心怀感恩，逆境欢喜接受王坤德。历代祖师介绍。第10代祖师伊尹王子。道学研究。易经研究陈永红。一条解脱的路王志明。领导者的行持编辑部。修道士应有的认识礼仪章。道学用语词汇礼仪章。先佛圣歌。感恩晨报一编辑部。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义和圣堂介绍。不答。一楼佛堂之摆设。机缘成熟，置身于佛堂中，清明的灵觉中浮现出圣人的一段心法主语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即求道的当下名师的点到词者，是真名录，了解还不香，你已经的意志，飘飘在天堂。等等字眼在都称。拖着佛堂所有文物之摆设，如灯、净茶、日月灯、香炉、檀香末、上桌、下桌、献果、拜奠，都有它们不可紊乱的位置及无庸取代的意义内涵。物格而后。知至借物而言道，真的是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灯是无极老明明上帝，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主宰天地万物一切之主宰。灯之火，上帝圣灵真火，表示道脉天命之心火香。传求道时，名师以真火点开无生之真明路。净茶无极生太极，太极以示阴阳。清阳天现于明明上帝，
着音的，现于诸天仙佛。一阴一阳之谓道，尽天地理神明，献上最至诚的心意为对天地的礼敬与感恩。日月灯又称两仪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有天地就有日月，日是阳中之阳，月是阴中之阴。日月合其名，代表宇宙万有之生机，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理存于宇宙间。灯，日月灯合称三界明灯，三灯其亮是顿时佛堂化成。无极宫阙诸天星宿，到此运记诸天佛圣同护佛堂，同住天盘无极老母灵坛。佛堂当下，成为佛为四因成熟，因时、因地、因人、因事之因地而开演一大事，因缘传无上法，何其殊胜庄严！香炉，众生对天祭拜一定要有之工具，自古就有，表达内心心意之桥梁，又称八卦炉。有阴阳两仪四象，包括天地万物，代表万物生生不息之理。无极生，太极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万物由此绵绵而生，所以八卦炉代表一切万物，均由老生化出来，人为万物之灵，代表气天，在此生生化化，在此修炼。就香而言，代表人的心，献香之前要平炉，意味要平心，要有耐心、细心、静心，把杂物拔除，放下妄想、不平与执着，显现赤子之心，圆心佛心，如与名师之情。坛词相互见证，八卦炉中起祥烟。八卦炉之宝贵立现。檀香，檀香末，檀香放置于上指里左阳干的位置，檀香末放置于下指里右阴坤的位置，代表着导引的意义，在举凡要恭请上天。无极老极仙佛，诸天神圣到坛来办三曹普渡之大事，执礼人员必须先向点传师，请示起炉，点燃檀香末。我们可由点传师在请坛的当下所念之请坛词，八卦炉中起祥烟，欲化圣降临坛，其庄严与宝贵性力见真章。3000年来周公所制定的周公95大礼传到一世，就由此刻先起序幕。上桌佛桌天，天高礼求道时，由名师指点明路，告诉我们是由礼天而来。下桌供桌的钵器点到词，这是真明路，了解还不香，飘飘在天堂。献果一列5盘，象征5行天数5、1、3、5、7、9的数5、2、4、6、8、10、55计25，为天地造化之数。要合理数，所以最多不得超过20。5盘有奉献功果，不敢居功，全数归于上帝之意。拜殿一般为6位，一卦有6爻，就拜位、交叉就位、叩首时，众生归根复命。人宜叩命，礼敬老，诸天仙佛，象征谦虚、低心下气、踏实之精神。佛堂中的每一文物之摆设，均代表着神圣庄严的启示。身为天道弟子，
至身当中，自然可以增福德，开智慧，各个法喜充满，精进修道圆满慧命。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大学正式序。10. 树齐家治国。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告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忠，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利，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愤世，一人定国。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以兄一弟，以兄一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推，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族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家。11. 树治国平天下。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备。是以君子有协举之道也。所恶于上，无以使下；所恶于下，无以事上；所恶于前，无以先后；所恶于后，无以从前；所恶于右，无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无以交于右。此之谓协举之道。诗云：解彼南山，为石岩岩；赫赫诗隐，名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胜，辟则为天下路矣。诗云：鹰之谓丧尸，克配上帝，夷坚于鹰，峻命不义。道得重，则得国；失重，则失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交泰以失之。康告曰：为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为善以为宝。就范曰：亡人无以为宝，人亲以为宝。秦氏曰：若有一臣，断断兮，无他计，其心修修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计；若己有之，人之厌甚，其心好之，不赤若自其己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明，上亦有利哉？人之有计，貌即以恶之，人之厌甚，而为之彼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明，亦曰殆哉！为人人放流之，动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为人人未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病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夫人之性，兹必逮夫身。诗云：乐止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是故君子先胜乎德，有德此有仁，有仁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名失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备而出者，亦备而入，或备而入者，亦备而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疏，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谓有上好人，而下不好义者也，谓有好义。其事不忠者也，谓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处马陈，不察于鸡豚；伐兵之家，不处牛羊；百陈之家，不处具。敛之臣，与其有据敛之臣，宁有道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常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谓善之，小人之实为国家，资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先佛圣训，编辑部。既是慈悲愿不存私语偏，颠沛合造次不改其志坚。和中且共济任重而道远，上秉公兴办创建弥乐园。吾乃既颠和尚而师事也金凤，命来至义和圣堂之中进门以参。上帝驾也在问众徒各皆安然，平心静气呆师话谈。哈哈！今日因缘殊胜乎，为了结缘众奔波。春来贤徒再能舍了其愿力正大罗。时间有限，途径尽且待贤徒将笔握。哈哈！至情至性亦能守。愿孝圣贤来挽大洪流，大彻大悟大罗仙。领命奉旨师徒伴幕后，我一首大仙乘春来宫里，皇圣御至坛结缘随，恩师进坛参过，圣驾转身在向，恩师接驾问一声大众道：亲你们好吗？且请诸位后学家人，待我摆叩谢。皇吾们再来续续言谈。皇年前摆叩过春来，直击在位说，感念天恩时身后能赐结缘不易的。时机已到了，幕后众位前辈交旨多。皇到场后学众前途如何？惶恐有。欲要代代相继，脉奈何天意之传流？或隐或显，不知也求叩上天恩更厚。吾今见了大众面，借此目比赞谓说，人人都有幸灵富士，以三才生难有。今之机会，说什么道过去点滴哦。我自信的五点传引渡我进师门后，发心要舍旧习染，再也不沾烟和酒。大道宝贵自生物，虽我并无文采多，但有一心诚能舍事以抛家舍业救。本来自小就清苦，幼稚年龄失护过。曾经为了担柴火，小双腿远途走，一心要为家记住担承母亲兼重责，只想以心能助帮，就算一点也值得。
虽然无有学和实，但能秉持心仁厚，做人道理之一点不能有愧其屋漏。上天慈悲垂金线，感化我这凡夫啰。浅贤大德辛苦着，抱持道念永不休。自从得道名师指，开启无逢大道修。良知良能也显现，从此立志法胜佛。就从自我当下起，不再沾那荤与肉，不断大悲菩提种，更要精进上层楼。自我期许静心坐，虽经风考不敢有。志节经历越坚固，方显真正道在我。43岁大考过，仙佛显化故必多。人有善愿，天从之，何其法门始终就。成就别人己成就，发心办道不怕磨。44岁成天职，惶恐戒慎在心头。人间幻化一场梦，修道问心无愧否？在商言商，讲利润，彼此计较，厚与薄。我思修道人有节，不可沾着旁勿走。从此不再做此行，改换菇类去琢磨。这是一点简易，是平淡之中放执着。曾经大开大合过，现在清风飘两袖。全现道场无畏，舍要了愿力不逮后。后来师尊慈悲着，要我领导在麻豆。诚惶诚恐，我居后不敢接此重任责。元德帝君和老他慈悲成全，感化说，这是上天所交代，不能推诿与卸责，只好领下此重任，边办边学，不敢拖。道亲相亲，一生志在了愿责。能助恩师范，幕后共化有缘上法周。浅贤辛苦能担责，是我荣幸不敢拖。幕后大道渐开展，国内国外去奔走。老前人养之大德，能令后学任理修。道高回来理，自有明理，方不误前修。六书道中常讲劝，彼时后学有准则。人持定力，随缘度，方知上天降考磨。不是真心不能过，不是真经就怕火。练就一性复原灵，还我本色真人佛。老前人他在草屯玉石山中大建设，道务中心要开办，于是我也后接手。凤祥奴理事进发，从他手上接任责。无道本是日常做，尽心之命魔所求。你们看我今日里借此机缘暂未说，既以阴阳两分隔，再来接续实难得。老念我中亦有能舍大业，守圣座。老前人他归空后，诸位前辈分多头。我只一心守职责，数年不改，志在我。这一点情受肯定，直至归空人被说，谢过香港无大德，能为我把其负者。一点忠心和衷继，兄弟姐妹共携手。人能舍得凡业体圣道，岂有不成就？始终如一方针，立志向不改节操有。今之结缘时难得，神元山庄立一合。圣堂能够接造就一砖一瓦，苦心多。茂年你呀，自少年就跟在旁学办修。就算我已归空后，要放手时就放手。这片庄严之道场，信赖你德能担着。起来勿贵，听我说，我心宽位在后头。幕后大事要明白，非得智慧经验磨。
不禁一番寒彻骨纳的梅香沁心头。大道坦坦君子履不失方针随潮流，咱们实在是荣幸沾了恩德和其后，天人之间诚感应不在口头言语说，荣华半点不久助多少女子失准头。大道传来方便法，但有宗旨不偏颇，有得受命理不二，天命匪臣但把握。不是看人说什么自己能够任理修，上天之事人间办，交代下去要振作。咱们默默行持，互不争一时，真长久。变动不拘，人与事不用挂怀在心头，起伏不休，有爱障随风飘萍可怜流。好自抱持老前人所教六书修，在绝经中便是想，不须觉其意没落。代代相继之心愿，后来当握前导修。身为道中掌舵者，承领天命不敢休。你有智慧有口才，更有大众扶持多。此生能够人前力战，战兢兢胜独有。笃行于外，施恩后报答一番真心酬，好吗？有疑有问在上楼，信心坚决方入流。感谢大众来看我也不知何言说。时机一时有一遇，前人请示。人才虽然也不乏，但尚需待磨练多。上天明命不轻易，谁敢做主去承责？我在生时为此苦，大众亦知为什么。真的假的混一气，只好更加致报手。上天有命，此时降考验诸贤解否有？轻易就失本来愿，恐怕招考并招磨。虽然老臣见凋零，你们莫要惧不后。现在要验真修者，且莫造进分两头。许多道场为此忧，不知上天已在何？64卦已满过，谁能承担3曹责？改换面目令奔走，如能保持还本色。外形外相，且暂借方便，一时非尽究。弥勒家园先操办，先锋事无作前手。但待10年再看过，越见明朗更赫优。现在各自本位，守素其职责，绝中修。发而终结，还乡道，觉悟不怕机关破。或许我今所言语不合你们之意落。磊落坦荡方君子，不贪眼前图什么？师尊已然交代下，暂为此应放下哦。好好睁大眼来瞧，白杨戏场早开锣，好吗？万教齐发，终归一，谁能领命究仔细？各宗各派缘分俱同，把话谈沟通矣。生命课题在性理学思并进了院去。幻化无常，一场梦，何来何去被猜疑？你们的心我能体，有的愿负大责积。累积实力，斩道弃驽马，不舍1000里。无门秉持前辈们坚毅精神，跋涉去。梯山航海不辞苦，就算劳累心如仪。是吗？且暂结缘，至于此，大众辛苦身俱疲。一旁坐下，方便去休息，之后再继续，好吗？哈哈只无欲真道感面护，奈何时一世局促。上天之心，谁能料为得是亲不绝苦？乾坤两道可好吗？在圣在凡心安住。
白羊道降火宅内夫妇同修儿女度。我现且唤家人们共同前进听我主，不用觉得陌生故怎么归空上批书。我若非陈师恩故焉能借笔说清楚。韶华易逝难留住谁识造化之功夫。我妻叶明自从我持斋不将肉果腹，虽然甚觉得奇怪，亦随我素如同步。家业我也早放下盛年入道度清苦。你们有缘与我呀累世修来同门户。道场之中人无数，但进家中莲出淤。道理听得明白后，即知即行莫踌躇。这是一条真明路，信为道源功德母。义子成道玄祖乐，共同回归弥勒祖。白羊大士上天住过了此殿无下铺。坚心定性善念护，自能成得面老。庆龙还好，可安住兄弟姐妹笑面出。不言过去之怨苦，指其未来甚业笃。你们仍有未了心，我今借此话力鼓。若能善于谛听呀，真性自然间流露。发大愿心，把苦度当下，把握即幸福，是吗？嗟叹余生人有福，不如勉励佛相助，好吗？还得靠着大众们共同把我心愿树，不在其位不谋直，我今已然空手负。抒发一点过去事，心中有所难言事。诸众陪谈真辛苦，若然无力坐椅子，好吗？且以八德检点自出，替入孝德不孤。众为点传使命，负在此末后任道故。办事办的老天是不是人间算计出？棋局设得如何巧，不是智慧难脱出。有否挂碍没生所，大众力量团结住。未来要看你们的各显一番身手出。前程已然在等待，谁肯尽心去操持？和顺机中英华外，自古圣贤有此图。存心养性行厚朴，要与前贤并肩负。辅弼上天之责任，天时流不播种子。彼此凝结成一气，更要小心跨脚步。战战兢兢，莫后世任重道远，协力辅。各了各愿，宏图展求人的人无愿出。人少力单，更挺住各办一段上天主。如有人才需扶持提拔锻炼志不输，但在上天所召见，不过无我把最熟。一姓原名，见其本来去，是否能自如？欲善相助，是相伴，长幼有序，力为主。真能舍得全奉献，何必眼前便赢输？界定会中能力己不惧，考磨层层出。一合盛唐大道场，须赖众位护持故。帮忙打样之进退，如何成全后辈出？我之言语老生谈，你们且淡漠辞烦。过去因缘照今日，未来如何当前观？不用烦恼与愁苦，只要静心不但烦。业力过去图何相留于子孙面面观？请起勿贵，早跟上历代圣贤超尘凡，好吗？虽无一一点名唤，也应知我心中想。世道宝贵，有今日，更愿后辈创辉煌。不论身担何天直力，愿了愿不难昌。能积善念，把人度，即是仙佛来打帮。
切切丝丝互规劝，莫要自暴自弃量。夏虫难以与冬森海水焉可用斗量。暂借此为方便法，活泼玲珑通全样。但要守经方达全，否则随事去摆荡。板荡方能时中成真悟，己节行举方。内在动机要纯正，否则误导陷阱框。我今耳提并面命几个愿意入府常。忠言逆耳愿善导，无有别主道平常。也自谢过道亲们，送我一程去下葬。风雨如晦积，人民共同报道世俗匡。好吗？时间有限，不多赘，耽误时间忘体谅。一次结缘一次面，下次不知何时长。诸位领任尽心力有的，已归尘道去。不知什么果位，已欲想结缘问仔细。这是冒年珠点传一点体谅的心意。但奈外缘暂不计，待等良机后再提。一分耕耘一分获，上天要尔真诚记。感动人天不昧，己方是恩师好徒弟。上有一言劝你们诸众道，倾听仔细。人能弘道非弘人，否能克己而复礼。若然能舍财产去毛病，脾气却不离。三毒盘桓何等苦，虽有福报功德虚。可惜可叹人不知何不握住此念矣。修道修心本来具260中皆不离。谢谢你们陪谈战，辛苦万分不容易。谢谢三才代批语，一份因缘善自记。谢谢家人，愿陪我一生能够同舟际。愿祝大家皆有成，修到最后皆欢喜。谢谢，在感激来时瞬间别意去。上天要有真功德，方能回天交旨去。祝福大家皆同道，一气呵成始终一。无极辞过，皇驾更随。恩师回礼欲可退。承前人的话，众人识和尚，和尚不识人了悟。所谓和尚，在佛家是修行圆满、学识丰富、道行高深、德高望重的出家人。现今很多人以为和尚就是一般出家人的称呼，这是错误的。一般出家人士称之为沙弥。现今的寺庙中称得上和尚者，只有住持或少数长老级者才堪担当。古之社会，地方上的寺庙大多为百姓心灵的寄托处，遇有困难就往寺庙求助。寺中之和尚，当然也就是大家遇到难解的问题时所咨询的对象，也常替大家排难解纷。因此大家几乎都认识寺庙中的和尚，也为一般人所效法楷模。但和尚一人对众人，对地方上的每一个人，当然无法都认识。承前人为承道前，有鉴于道场中的各位领导人才，均是道中的中间。平常修办道，在高位者每一分每一秒的行为，均是道亲们的标杆，不得有闪失。每次法会在台上的讲师，或负责各项任务之人才，道亲们均认识。除了在道场中行为
中规中矩。就算离开亦然，不要以为在外就可松懈而做出逾矩之行为。若为一些你不认识之道亲遇见，即可能影响到亲修道之观念。除了在高位之人才需慎行，身为一贯道弟子的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亦要谨言慎行，为社会大众的典范。因为一贯道弟子在社会上人们一见即知，所以社会大众均以放大镜检视我们的一言一行。如果一般社会大众出入不正当场所，或行为不检，社会的评价是一笑置之。反之，若是一贯道弟子有上述之行为，则舆论的批评则不是个人的形象问题，而是牵涉整个道体。臣前人之道兹事体大，因此常以众人识和尚，和尚不识人来自我警惕。同时亦以此话勉励各位道中之领导人才及一般之道亲，希望大家能在日常修办中珍惜羽毛以维护勉。活佛老师慈训世亲，不可使无亲友冷淡心，不可使无亲友烦恼心，不可使无亲友惊怖心，不可使无亲友愁闷心，不可使无亲友难言心，不可使无亲友愧恨心。李氏常家言：顺境心怀感恩，逆境欢喜接受。王坤德：人因业障不同，一生遭遇贫富、贵贱、吉凶，果报也各不相同。修道历程中，难免有业障牵缠，每个修道者的业障果报现前形式不一而足，有的病魔缠身，有的灾祸降临，有的破财来报，有的报于自身，有的则报于子女，或桀骜，或不孝，或夭残，或遗弃，有的报于夫妻，或暴虐相向，或意见失和，或远离分手，或鳏寡孤独。对一个真正的修道者而言，与其说是因果业障的报应，劫数难逃，不如视为修办道的考验与磨练，道果成熟。易经系辞上传第5章首句言：一因一因之谓道，道包含一因和一阳，缺阳不成道，缺阴也不成道。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宇宙间阴阳二气对待流行，自然有黑白、乾坤、男女、异同、分合、动静、隐现、冷热、缩放、推拉、刚柔、进退、成败、吉凶、庆吊、夭寿、美丑、好坏、是非、生死等等不胜枚举的万有现象存在，更有阴极阳生，阳极阴生，老子谓之物极必反的阴阳消长来往循环之理。可是，一般人总是好此恶彼，好彼恶此，执着一方，如重男轻女，趋吉避凶，爱美恶丑，乐成忧败，喜生厌死，是是非非，知进不知退，能放不能缩，因而自身忧虑烦恼，甚而得其本不想要的相反之果。老子道德经第2章有言：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美、恶与善、不善，犹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本是阴阳对待，相依相成，浑然一体。心中若有美是好的执着，便有恶是坏的偏见；心中若有善是好的执着，便有不善是坏的偏见。这样以自限于分别是非好坏的纷扰，及急于趋此避彼的忧烦之中，生活怎么会快乐无忧呢？顺逆之道亦复如是。修办道过程中，自然也有顺境与逆境。有道就有劫，有佛就有魔，有修就有考，有顺境就有逆境，顺即逆来，逆即顺来。处在顺境时，当思上天慈悲化凶逆于无形之中，应心怀感恩，趁此时机快快修德行善。要知今日顺境不修德，不行善，难道要待逆境时才修德行善吗？处在逆境时，当思自身过去罪业现前，过去作如是因，今世受如是果，无怨无尤，今日有缘求的末后依着信理真传，迈入修办道历程，一来冤欠自然惧怕，一旦修道者成道了道，则难有讨报之日；二来上天慈悲亦催促业障因缘早熟；三是因果今世报，从此一笔了断，并借此考验真心，以提升修炼层次，促使道果莲味亦随之早熟。因此应欢喜接受，坚定意志，耐磨耐考，任考不到，趁此时机更加紧修德行善。遇风而扶摇直上，今日如是做，来日如是果，必能脱胎换骨，成就更高的境界。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逆境往往是陶铸圣贤的红炉，顺境反而常是镇杀志气的毒饵。若生命是一朵常开的花，种种逆境则是滋润花朵的养分，没有逆境，生命的花朵是很容易枯萎的。若想让生命之花常开，就不要害怕种种逆境，因为逆境乃是通往成功之路的加油站。不要祈祷生命中没有逆境的出现，而是祈祷自身能有面对逆境的勇气与智慧。只要敢面对阳光，阴影便抛丢在脑后。遇到逆境其实只是过程，暂时、片段，而不是结局、永久、全部。扭转的关键就在于面对逆境的反应与态度了。遇到逆境时，一时很容易失去勇气与智慧。记得，处于逆境时，千万不要由于慌乱而乱了前进的方向与定力，随便在挣扎中乱抓、投靠、依赖，是很危险的。
试问大家比较喜欢阴雨还是晴空？比较喜欢白天还是黑夜？比较喜欢太阳还是月亮？比较喜欢顺境还是逆境？感谢上天让我们从每一个顺境中学习更加感恩，学习更加谦卑，感谢上天让我们从每一个逆境难题中学到人生宝贵的功课，智慧日长，菩提日增。历代祖师介绍，王子，第10代祖师伊尹。伊尹的名字叫阿衡。伊尹为什么先前侍奉汤王没有被重用呢？这当中原来有这么一段传奇性的故事。据说东方有个小国叫有生国，有一天，一个姑娘提着篮子到桑林去采桑，忽然听见有婴儿的啼哭声，循声找去，发现一株空心老桑树的肚子里正有这么一个红咚咚的胖娃娃，是精着身子，摇手蹬足，大张着嘴巴哭泣着。姑娘觉得奇怪，便把娃娃抱起来，去献给本国的国王。国王叫御房的厨子把娃娃带去抚养着，一面派人查访孩子的来历。不久，出去查访的人回来禀报，说孩子的母亲原住在伊水的岸边，怀有身孕。一天晚上，梦见神人告诉他说，冲你就出了水，就向东边走，千万不要回头看。第二天，冲你就果然出水了，他赶紧把神向他说的话告诉邻居们，一面照着神的吩咐向着东边走。邻居们有相信他的话的，都跟着他走，也有认为他是胡言乱语的，就仍然留在家里不动。他向东走了大约有10里路程，光景惦念着家园和邻居们，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了，忍不住回头一看啊呀！只见他的家园已经浸没在一片白茫茫的大水里，狼牙齿一样的洪涛正追在他和与他同行的邻居们的身后，恶狠狠地向他们扑来。他吓得举起2只手棒，正想喊狂呼，却不料声音却没发出喉咙，他的身子就变作了一株空心老桑树，站在大水的中央，抵拒住了激流，洪水在他的跟前退去了。过了些日子，采桑姑娘来采桑的时候，就发现在这株空心老桑树的肚子里有着这个红咚咚的小婴儿。所有曾经和孩子的母亲一同逃避洪水的邻居，都能够指证这件故事的真实，于是孩子就确定是空心老桑树的婴儿了。因为孩子的母亲原住在伊水岸边，所以叫他做伊尹。伊尹在御膳房厨子的抚养下，渐渐长大成人，也做了御膳房的厨子，烹调的一手好菜肴。同时由于自学的努力，读过一些书，有相当的学问，因而兼做了宫廷教师，教有生王的女儿读书。后来陈汤到东方去巡游，到了有生国，听说有生
王有个女儿非常美丽贤淑，便要求娶回做自己的妻子。有生王知道陈汤是个贤王，很高兴这件亲事，就按照当时正规的婚礼，把女儿嫁过去。那时伊尹也很想到汤王那里去做事，发挥自己的才干，只是找不到晋升的门路。现在趁着有生王嫁女的机会，自愿申请做陪嫁臣子。有生王本来也并不怎么重视这个生长在水滨桑树里、脸上不长胡须的怪孩子，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把御膳房厨子而兼宫廷教师的他当作陪嫁臣子嫁送了过去。伊尹伴随着女学生陪嫁到陈汤那里去，教师的本领一时还用不着厨子的手艺，在办喜事的这当儿倒可以显显身手。于是这个黑皮肤的矮个子青年就背着顶锅，抱着菜板，兴致勃勃地在厨房里安排着一切，把他的烹调手艺尽量地使用出来。果然，做出的菜肴深合汤王和宾客们的口味，得了他们大大的称赏。汤王心里一高兴，便召见了这个抱负不凡的青年厨子。伊尹这一下便对着汤王，从各种山珍海味的烹调说起，一直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汤王只觉得这个青年是极能干而又有才气的，以后看待他自然就比别的御膳房厨子要不同些，但也没有把他提升起来担当更重要的工作。日子长久了，伊尹自觉在汤王那里没被重用，很受委屈，这才跑去投奔夏桀。在夏桀那里也只不过是做一个小的御膳官，可是那个昏王的种种胡行乱为，见了确实叫人头疼，人民都怨声载道。东方的英国正一天比一天兴旺强盛起来，大家的心思都向往着贤明昭著的汤王。伊尹把天下大事和个人出路两方面结合起来，仔细考虑了一番之后，才毅然离开夏桀，人就回到汤王那里去了。也有人说伊尹是个隐士，汤武王派人以礼去迎接他，请了5次才答应出来，跟汤讲有关太素上皇以及三皇五帝和夏禹的事。于是汤武王任命他为宰相，管理朝政。伊尹少有贤德，资质过人，博通古今，贯通天人，年20即被聘为夏桀的储官，掌天下之口粮。3年中，目睹夏桀的荒淫无道，民间饥寒交迫，极苦怜，虽再三进谏，亦不被采用，不得已辞官回乡，遁居绝世。自私既然无法行道于天下，只得独善其身，此该是日后孔子道不行，则臣服于海的先驱了。于是闭门谢客，勤研天人学术，3戒哲理，以待时日。当陈汤正励精图治，需要贤人相助之际，闻之伊尹的神人授功，博通群经。
道德盖世，现正隐居于有生草莽之地，耕田自渔。于是以礼贤下士至高的礼节，配以重金之仪，前来礼聘共襄国事、天下事。初，伊尹始至隐居山林，不为重金龙仪所动，断然谢绝了。然而，陈汤再三以诚，以礼敬邀，不死心地前去恳求。终因好友仲辉的一句话，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动了为天下人服务的决心。再加上夏朝百姓的民歌中，已流传了一句何不去伯？何不去伯？伯的友人君呐，正在国都中散步着。注：伯即汤之都城，因此决定辅佐陈汤之祭天立即完成天命之术。方毅然接受礼聘，策划日后一切殊事化民之大业，开了中国人者无敌、暴政必亡的革命先例。如此顺天应人的大事，终于助汤建立商朝，一来可解下民盗选水火之苦，二来亦为商代640年的王基奠立不朽功业。汤死后，太子太丁为立而卒，于是就立太丁的弟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2年就死了，外丙的弟弟中人继立，这就是帝中人。帝中人即位4年死，伊尹就立太丁之子太甲为帝，太甲是汤武王的嫡长孙，也就是历史上的帝太甲。太甲第元年，伊尹作伊训一篇，又作陈述政教所当为的4命，又作谈汤之法度的卒后。伊训是指伊尹训诲太甲如何学养自己，并传授其教化百姓的种种原理原则。4命乃为政的典章制度及施政的种种禁忌警语。卒后则系汤王所留下的种种加言易行、法度典范。太甲位第3年，昏暗不明，暴虐百姓，不遵循汤的法度，而且乱得败行。伊尹于是把他放逐到同宫去。他自行代理国政，接待各方诸侯。太甲帝在同宫住了3年，改悔过去的错误，深深责备自己，努力向善。伊尹于是就把他迎接回来，把政权归还给他。太甲帝修德厉行，诸侯都归服殷朝，百姓因此也都安宁。伊尹为了加冕他，就作太甲训3篇来褒扬太甲帝，称他为太宗。太宗死后，他的儿子沃丁继立，在沃丁的时候，伊尹死了，就把他葬在国。帝沃丁葬以天子之礼，孟子称为圣之任者就丹，于是顺从伊尹的行事，作沃丁一篇来称颂伊尹。伊尹是商王朝的开创者陈汤的最主要的助手，他不仅以施宝的职责辅佐几位商王，而且曾把陈汤之孙大甲放逐于同宫进行教育。因此，伊尹不仅是商王朝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且也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位著名的言师。易经研究11，陈永红。第12节，
河图96的由来及其真谛。一、河图基偶数的含义。偶数，阴气，地数，为下降。如天风姤卦，以贵下贱，低心。下气，感化众生，付出爱心。基数，阳气，天数，为上升。如一颗种子种下去会慢慢成长。二、从踏火车的哲理论。一辆火车的缘由。大壮卦94，贞吉毁亡，翻绝不雷，壮于大鱼之腹。火车为谁而开？虚卦卦辞曰：有福，光亨贞吉，利涉大川。火车为谁而停？随卦彖曰：而天下随时之亦大矣哉。随卦象曰：则中有雷，随君子以象会入宴席。火车为谁而起？豫卦卦辞：利见侯，行师。豫卦彖辞：圣人以顺动，则刑罚轻，而民服，欲之时亦大矣哉。火车必须勇往直前。坤卦卦辞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火车必须到达终点站。既卦6爻当位。火车必须到达终点站，然后必须再回头。井卦彖曰：养而不穷。卦曰：往来井井。火车载满旅客必须健全。履卦象曰：君子以民慎用行，而不流欲。火车至每一个段落都要出色，好比易经每一段落都有其道理。火车之漫长，好比干卦来到未济卦。三、参天两地之论说。参天都是阳数，为天数。家合位。两地都是阴数，为地数。家合位。四、以干体坤体化数而论。前三化坤六化外圆内方，天包的，故家合位的不能包天，故坤位。五、以老阳老阴而论。宋朱熹之论说。未阳，至极位，较老阳，故阳取。未阴，至极位，较老阴，故阴取。六、以3胜3、2胜3而论。宋邵康节。邵康节亦有真数3而已，参天者3而9，两地者备3而6。七、乾象、坤象之论说。干卦有用9，坤卦有用6。乾坤交而演64卦，9、6阴阳合而生万物。太极合同一报位。生成。家等于归零等于十界。十界。十事。十指。十殿。十法界。星号等于河图之天数望大亨以正天之命也，等于河图之总数风卦大也，一日中一照天下也。河图之中数等于阳极于阴极于等于数千卦。星号等于家等于天主教之念珠卦等于归类等于皈依三宝。家等于大脑小脑和佛教之佛珠。八、河图与96元人及三曹普渡的关系。普渡的广义。7月15普渡的含义，否卦的含义。
从地藏王菩萨发72愿与普度的关系，闲卦的含义。阿弥陀佛发48愿与普度的关系，复卦的含义。南海观世音菩萨发12愿与普度的关系，绝卦的含义。从师尊、师母发愿度96缘人与普度的关系。10. 结论：屠戮他生甘肥自己便是不仁，离他眷属言我亲朋便是不义，将他肉体献祭神人便是不礼，称言禄命应识心山便是不智，设耳庄眉引入陷阱便是不信。引自陈中。济公活佛曰：修道人于末法时期，要发大愿心，让自己的心提升到与十方诸佛菩萨的心一同，否则只图此生此世之乐脱，何以契入真理法海？第13节，洛书及其真谛。1. 神龟复书及洛书概说。河图为先天，谓辟，不义也。洛书谓后天，谓用，变义也。洛书歌诀，带9与1，左3、6、7，2、4位间，6、8位足，5在中央。洛书与9宫。2. 洛书名称的确立。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第2章第2节。汉朝孔安国曰：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复文于背，有数至9，禹遂因而地之，以成9类。3. 神龟复书之真谛。一卦卦辞曰：贞吉，观仪，自求口实。象曰：山下有雷，仪。君子以慎言语，节以时。彖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宜之时大矣哉。初9，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得道的龟，抱颐息言，主静，去思，守愚，守朴，气质，时时舒展国字，给我们的启示及应用。木有养士培养，水有养士蓄养，人有养士滋养。刚带以养吾之志，宽裕以养吾之量，严冷以养吾之操，果断以养吾之志，凝重以养吾之气，神明以养吾之清，克己以养吾之品，内涵以养吾之德。圣人有养而是养性，贤人有养而是养心，君子有养而是养气，凡夫有养而是养生。4. 神龟复书与洪范九畴的相互关系。5. 论洪范九畴与大演数理的相互关系。5行5，五事5，八正8，五纪5，黄吉1，三得3，积宜7，数真5，福吉11，合共50。6. 论洪范九畴与大演法及天道关系。论语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为。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礼仁第4。论语子曰：次也，女以语未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语。曰：非也，语一以贯之。卫灵公第15。7. 与数理的关系。
50位体，49位用。系辞传曰：大衍之数50，其用40有9。第6章第2节，40有9的译者何则谓50？子曰：50而知天命，能悟之者，非圣则贤。七七不义方正，七七变异方正。7日来复。7是循环数。光谱有7个色带，音有7个音阶，化学有7个重负，水放7日有小微生物，电子轨道有7层。回教风其7日见阿拉真神，一个礼拜有7日，上帝造天地7日。人出生7749日，魂魄始全。念经要7人，7变异往复。归空7749日，魂魄全离。道家练7星剑，北斗有7星。佛拜师7位，7日开悟。牛郎会织女在7夕。彩虹有7道，亦有7阵。夫妻有7年之痒，7先生。孙悟空八卦炉练7749日，变火眼金睛。佛出生踏7朵莲花，讲经49年，行起7家。人体的细胞7年换一次。开门7件事。8. 结论。济公活佛曰：百川汇海，终归一源。只要真修真办，人亏天终不负，在未来鱼龙百变的道局中，还是坚守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一条解脱的路。王志明。1. 前言。恭喜，恭喜！各位承蒙天恩师德加倍，石破天惊，一击点醒了，突破尘缘，请悟迷津之法，明白了。就这一条解脱生死桎梏的路，诚如蜜蜂能飞起来，人当效法之。师尊云：修道修心，修乃在于一颗心的解脱。修道主要是为解脱。凡尘绳，凡尘即凡缠，本是很难解，心中那条绳子，需用无形智慧剑来斩。断尘绳，脱离因果律之束缚，自由自在。不能脱离因果律之束缚，乃错用心，用错神。2. 识透我本来清净，不得清净因素，意境上不得真功夫，只图于表象上，痴心难超3界，妄想必坠深渊。6祖云：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不能觉悟因迷惑，迷惑不能了解，而生死轮回中不得解脱。神有元神、识神之分，识神居心，古之一家为思想在心，识神动能牵引元神。圣人常清净，以元神应物。元神居脑，今之学者谓思想在脑。元神动恒便谓识神。凡人多思多虑，以识神诸事。识神生情，妄念繁多，为情而并未生死轮回之种子。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
无始劫中生死本，痴人换作本来人。元神生智，真诚不二，乃成仙成佛的根苗。要改变自己，塑造自己，需要从身心得到调理和谐。3. 了脱尘缘。马祖道一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名污染？但有生死，造作趋向，皆是污染。王觉一祖云：有心寻明明不明，出得此笼入彼笼，自知自觉无成垢，那知还在泥水坑。应该要万缘放下。4. 解缚的自在。解脱，离系自在，绝对解脱。2障永离，烦恼障、所知障。3惑全空，见思、尘沙、无明。障碍，复辟之意，障害涅槃、菩提，遮害出离之烦恼。障有2。烦恼障，根本烦恼的障碍，以我执为根本。作用特征障碍至涅槃之一切烦恼。所知障，执着于所证之法而障蔽其真如根本智，以法执为根本。作用特征障碍至菩提之一切烦恼。或迷而不解，指身心恼乱之状态，妨碍一切觉悟的心之作用。或有3。见思惑。见惑，一根对法成所起之诸邪见，迷于三世道理之烦恼。思惑，五根对五尘而起之想着，迷于现在事理之烦恼。尘沙惑，此惑无数无量之多，远超过恒河沙数，迷于界内外恒沙尘之习气。无明惑，于一切法魔所明了，迷于中道第一义谛之烦恼，应从6根尘上来解脱。喜乐的心乃心之要，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解脱是跳脱一切的牢笼，得以轻松自在无挂碍。我们皆知五蕴皆空，6尘非有，那如何求解脱呢？道信四祖问求解脱。道信年14，礼祖曰：愿和尚慈悲，岂以解脱法门？祖曰：谁复汝？曰：无人复。祖曰：何更求解脱乎？信言下大悟，为习狐疑问上流如何解脱的心修。臣君解缚从谁起？直说无生是石头。五祖记云：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师尊慈训，人生看得开则得失可淡，我见放得下则争执可除，生死识得透则无时可求，责任担得起则胜业可办。5解缚之法，做中学上求佛道，为学日益复卦，复见天的知心的宜正阳法门，使之人心达至天心。学中作下化众生，为道日损，包卦，一层层地剥掉咱们的习气毛病。一些老菩萨前辈历尽人生走过来，都会有一种想法，趁此时还有点力量，能做多少就算多少。为什么？身心无挂碍，是紧握幸福的有缘人。透过天命名师的意志，
揭发了生命的奥秘之价值，真正的自在解脱。求道者从此安顿身心，不再为名相所缚，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成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翻开每一位道亲生命之页，见证看到上天慈悲的展现，看到求道以后的人生蜕变，慧命提升，看到三宝的力量，不可思议，看到老的光芒，常伴左右，能顿悟生命无常，实是智慧的开端。了解世间一切为我所用，非我所有，本不须执着。一念之间，学会放下，而非拥有。当你想要拥有一切，即是失错的开始。人因为想有而苦，若无有苦从何来？家有黄金用斗量，有钱难买不无常。任何盖下千间舍，一生难卧二张床。你会说就是因为一无所有，才要努力去追求梦想，让自己美梦成真。人因为想求而苦，若无求苦从何来？人要奋斗，才不会让别人看不起，人要发挥其能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人因为想要而苦，若无要苦从何来？6. 放下何等自在。譬如，学会放下心中挂碍，就能事事无碍；学会放下心中执着，就能通权达变；学会放下心中贪念，就能知足常乐；学会放下心中傲慢，就能虚心求教；学会放下心中恐惧，就能心安理得；学会放下心中嫉妒，就能欣赏别人；学会放下心中憎恨，就能宽恕别人；学会放下心中烦恼，就能一切自在。能学会放下而得到更多智慧，这才是不简单的。7. 结论：一条解脱的路，行尽世间天下路，唯有修道度悟人。六祖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浪有高有低，水一样是水，人有苦有乐，心一样是心。领导者的行持。编辑部。1. 前言：修办道路上每一位修道、学道的同修，皆有一个使命，能够不断发挥自信的光辉。每走过的路皆能够谆谆善诱，使同修们互相勉励，把道办好。故一位领导者在任何时候都在表现，同时能够在职务上有效的分配，也能够推荐贤良来担任工作，充分表现团队精神。时间经验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自我提升，领导者的表现要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流露？修办道中，因过去的一些可能不好的因缘或环境造成在办道中有所偏差，因此必须加强理念，导正目标，不失方寸。如何做到？吾前人曾说，言行举止都在。领导是生命的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大家的集思广益，
今日涵盖以下几点领导者应有的认识及行持得务。2. 领导的目的与特质。领导之目的。研究领导学，非究道、悟道、阐道，亦非学习修行法，而是遵循一确定之目标，使后学进道以至于成道，讲求如何诱导及提携后学，使其生发信心，破除迷障，尊师重道与忠诚合作，而精进不已也。领导之特质。领导之性质，是在获得后学之信任与遵从，故应以公正、热忱、谦和等品德对待后学，使其有得其所哉之感，并获得精神上之满足。此所谓以德服人，后学自乐而从之，精进不已。领导有2忌：不可凭借权力，大道无权，何来权力？进修中虽有前后之分，及其制一也。故领导者只可稳重庄敬以显道尊德贵，岂可以权以势使人望之而生畏，而其祸与不服，将失之矣。所谓道之以正，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礼，齐之以德，有耻且格，是也。不可以专凭恩惠，修道虽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但绝非专凭施小恩惠以汲取人心者。恩惠非不可施，而应出自慈悲与方便，适时行之，不然将使后学养成依赖心理，以为的会意识修道应有之好处，而唯利是图。一旦求慧不得，将退道不进矣，是失之也。领导之性质如此，故领导之能力绝非天赋遗传，而是可由研究、锻炼、应用与经验中养成之。凡信道不疑，智力相当，精神健全，经验丰富，有向上心者，均可免学而得之一。3. 领导者应具之素养与责任。领导者之素养。孟子在《孟子尽心篇》中说：“人之有德会述之者，恒存乎称极。”孟子说人之所以有德会述之，往往是在于艰难困苦中培养出来的。身为修道士，必须具备有德行、慧觉、聪明，而且以智力施行种种方便法门，因材施教来启发后学。时下领导道务推展的人，必须要有启发修道的智力，也就是必须具备德慧术之的修为，否则道务必定会散漫、流产而破裂。以下略举数点：谦虚对上故应虚心，对下亦该谦和，盖谦能受益，虚可容物也。自我的序上进，后学亦乐从我。胸襟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可培养亲民、慈悲、博爱，可拉短距离亦可的人心。公平上天无亲，唯德是辅，后学无论富贵贫贱，应一视同仁，平等待遇。如强日可有别，应是因材施教，应能提拔。廉洁钱财出入，来清去白，
公务构治，是一则一。君子只可以财发身，其能以身发财？如有不廉洁，小则自败，大则耽误大众矣。口才虽云君子以德化人，行不言之教，但适当之文学、道学配以良好之。口才为后学解疑破惑，不其善否？但因技巧言吝啬。机智为领导者，不但要有相当智力，以胜任己责，且应灵机应变之智。遇事处置，求其上下圆满。省察事后之反省，上方交办或负责到务应办之事完成否？对后学之启发教导得法否？善则益之，不善则革之。领导者之责任，天不言的不语，道之妙处只有由人产之，是所谓人之天职也。但绝非一两人，或个别之事，务求道体之一贯，才能促使道务之宏展也。为达此，非分层负责不能。为公而基层之领导者坛主、人才、小组长、领任等办事人员，遂有双重责任焉。对上方经理对附属道务负有经营处理之责，然而树大必分支，道务壮大必须分责。故分设单位小组，提拔小组长，领任以执行小组单位之道务。故对上应付完成所赋予任务之责任，则成上也。对下心道清出尽道，对道既不知高下，于点传师亦莫知深浅，唯一用矣。估量修道之价值者，与就道亲、办事人员等之接触耳。故基层领导者不但要条件够，表现好，且要能恪尽职责，时时为后学解疑、破惑，循善诱，亲而心之，使其发心学、修行以求其能自立自达，则其下也。四、领导要则9条。领导者的自知自觉务之本末，不离轻重。老子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宴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重等于道心理根，轻等于色声相之业。失根者是在相上受了误障，静等于灵性理君，躁等于气质气沉。失君者是在气上惹了气障。辎重等于运道心克己复礼，与直觉中至中至和。道等于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儒等于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佛等于行动坐卧，念念不离这个。明辨色身与灵性的大小。孟子曰：体有小大，有贵贱，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谓小人，养其大者谓大人。克服人心与道心的为，人心为名誉、称赞、嫉妒、权柄、地盘、地位、功果、贪意、恶劳、妄想、执着。道心为度众、成全、家访、
清明、开荒、助道、尊师、重道、参班、讲道、隐恶扬善、忍耐包容。为经为一语直觉中，经等于经察以克之，克之物尽，克人心之为。义等于专一以复之，复之物周，复道心之为。空中等于黄中道理，玄关窍，止于至善。时中等于君子时中，至中，至和。法中等于君人，臣中，父慈子孝，与国人交止于信。变化气质为中和。修行人的锻炼就是变化气质，气是暴力之气，力竭的总账，直是粗俗之直。今生的染污，如能气变中直变和，就是中和之道。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坚实信心的出发点，解脱苦恼的总关键。变化气质要靠自己，必须能自反，并不是听别人的说讲所能为力的。我们想度世化人，必先要化自己，然后化人才有功效。先要化除修为上的悲观。悲观者以人心表现其心态势，消极、刻薄、侥幸、浪漫、怨恨、残忍、猜疑、嫉妒等不良的习气。我们要养成乐观的天性做事，乐观者以道心表现其心态势，积极敦厚，奋发笃实，感谢仁爱、信赖、效法等进取的道念与信心。我们要发挥道的真理，必须建立基本的新的观念，要改革戾气恶习，增进上下互容，其重要的关键就在铲除自身的污染，使自身干净，自身干净，道物就干净，尽心去做，道物就好，不尽心去做，道物就退落。修道就是修心，心好，对事情就能诚诚实实的、坦坦白白的说实话办实事，散发自己善美的德性，广布于四方各处，那真是像芝兰生于幽林中一样，不因无人而不芳。圣人行道化百姓，虽然下民不知其德，也成就圣人了。结论：辎重明君，克己复礼。领导者的立身立心，贵身天下，宠辱不惊。老子曰：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位上，辱位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无所以有大患者，谓无有身，即无身，无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宠辱若惊，人赞一身，美不自胜，因为生恐人不知我的地位，人骂一句，气得要死，因为我的地位有面子问题。像这样称宠辱若惊的人，因为自己无主见与立场，所以不得不把外人的批评看重了。换言之，若人对道的修养不够，内心空虚，所以在处事上便不得不随环境而转变了。
贵大患若身，有等人为求此身之享受而纵情自欲，有等人为求此身之苟安而推翻廉耻，还有等人把自身之生死看得太重，因求生之心理超过一切，那么人格与品德临到考验时，也就没勇气做正确的抉择了。主观思想以爱身以爱天下，贵身以贵天下，以同体悲，无缘慈来爱护众生，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客观条件环境之顺利，不经其心，道情虽有变化，不变初衷。结论：贵身天下，宠辱不惊。出家跑天下，舍身促大同。领导者的理想与修为微妙玄通，期若善位。老子曰：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为不可识，故强谓之容。欲若东涉川，犹若畏四邻，眼若客，患若兵将士，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微等于细微。道的实践力量能达到极细微的地方，虽小事亦不疏漏。妙等于善美。无论做什么事，都能做到中肯、忠节，无过不及，尽善尽美。玄等于玄远，所表现是之善美行为，虽可看出一鳞半爪，但无法猜透前化力量，还有多么玄远。通等于通达，博施而能济众，一切慈悲施舍，能形成道德力，贯通万殊，无实不至，无事不通。善为士者欺弱。欲若东涉川等于应试。处事皆务小心谨慎，状似持一份拙，其实三思克负。犹若畏四邻等于慎独。闲居独处，拘谨心念，好似四邻，有人是指养成庄静，不敢放肆。眼若客等于持身。进退行止，严肃仪表，活像出外做客，彬彬有礼，永不被轻视。患若兵将士等于心静。物来善应，事过善事，有若冰雪，遇热溶解，光明磊落，不至不存。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裘。敦兮其若朴等于保真。居心发情，朴实敦厚，就像木材原朴，不气不造作，不偏不刻薄。旷兮其若谷等于容物。气量宏大，宽阔胸襟，就如宽旷山谷，能容诸物，不迷沉郁。混兮其若浊等于处事。和光混俗，不露锋芒，不存优越感，不自我意识过重。恰似浑浊不清的水，却含软化洗净的潜移默化效果。结论：铭刻理想，加深善位。领导者的习明天职等于贵施爱资，救人整物。老子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习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习明章第念七。常善救人等于人各有性，性皆天赋，
不因他坏，不因逆己，常存救他心，常为设法，常给机会，缘至必行，故无弃人，不知不弃他，尚能旁感他人，而他亦会自动纳入普化行列。常善救物等于人各有长，物各有用，不嫌他笨，不嫌物轻，常存其化，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其实才实用其漏，故无弃物才，不为他不弃，尚能鼓舞他人，共发善心，贡献所长。善人不善人之师等于心常存好学上进，凡有常于我者，皆为我师而效法之。如孔子之师项佗，舜之闻善言则拜，故能成其大业。不善人善人之资等于至常暴行道济世，凡法界低于我者，皆属我资，而嫉妒之。此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道，而得所由生，所由成。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不贵其师等于不能见贤思齐，不知受导教而启之于贤者。不爱其资等于不能人民爱物，不知善用成德资源。虽知大迷等于表面看来似有小聪明，是之变聪，其实在大处却是迷之甚者。要妙等于这是大道能否习明，人类能否步入大同最重要巧妙之处。结论：承先启后，业尽天职。领导的原则自然同化，和而不流。老子曰：夕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谓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有不信。自然章地面3。道者同于道，同道相谋，亦明其理，亦信其道。德者同于德，同德相助，增其范围，弘其事功。失者同于失，失于道德者，先缓和之，不知继续沦落，然后慢慢提升，使有所得。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欣然相融，由切磋而过实矣。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怡然相近，由仰望而更励进。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欢然就教，自省过非，逐步改善。信不足，有不信，智慧不充实，立场不坚定，信心不充足，自己对道还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你若与失道的人相接近，这定然又要出河而后流了。换言之，你若不明真理，立场恍惚，自己自信心尚且不足，善恶之判便还在犹疑不决时，那么别人对你当然也是怀疑，他们绝不会坦诚地相信你的。故唯有先把自己修整好，才有办法解决其他。假若这一点做不到，自己本身是尚且没有
完善，那么就不必再讲其他了。故凡是从事于道的人，欲使人人皆有乐得的，还是先充实自己的信心为最要。结论：坚信自己，然后使用年自觉，和而不使流。领导的方法亲之誉之，亲其受解。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辩。道章第17。古今领导的方式大分有4。太上不知有之等于智德高超，自然记住而不知，暗含启发而不觉，即大德敦化是也。亲之誉之等于其高一者，亲近他，使他如沐春风而愿接受教化，谓之亲之。教导他，使他有能力行善。当其行善而有实际，又须欲其善行，使其续行，亦可兼。作他起，即晓得川流是也。谓之等于虽有立场，志得却平凡，张罗神秘感，使其莫测高深，装出威严相，使其敬畏妄从，加以限制，不使胡思乱事，及于民政策是也。侮之等于借公济私，乱用人力，可使即使，不合则弃，种种威胁，道全考人。即写心考道是也。亲之誉之之方法，亲等于惦念后学，亲近后学，也使后学愿意与你亲近。其等于启开法界，使其有新的希望，教导方法，使其有能力办事。受等于给予行动，使其历练，受其圣业，助其成就。欲等于循循善诱，助其节节成功，引恶扬善，使其得到精神荣誉。解等于困穷患难，心境苦闷，在所难免，及时未续，解疑破惑，护其过关。领导者的条件是仁勇三达德。仁等于慈悲济世的心怀，仁以为己任是也。领导不以仁，所领导的团体将非善团。领导道务不以仁，领导一定不会成功。智等于开荒产道的智能，接受过良好的人才教育与讲员教育，历练过开道与讲道，然后能顺理施人，成为成功的领导者。勇等于牺牲奉献的精神与任劳任怨的毅力，死而后已是也。牺牲小我，以身作则，勇于担待，伟大的包容量，均是造成向心、领导成功的条件。发挥智人勇，然后能成就领导，达成德业，故名三达德。领导的前瞻广开深引，博施济众。广开等于开发的地方要宽，人数要多。深引等于化人的分量要深，法界要远。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博施等于施舍的种类多，数量多，范围阔，而且由己及人，推广行远。济众等于施舍的结果，能使大众得到救济，大道得以宏展。领导成功的保证信心，信为道源功德物。
常养万物诸善根，除灭一切诸疑惑，示现开发无上道。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益，小车无越，其何以行之哉？老子曰：信不足，有不信。辩道章第17。在上者信实不足，在下者当然没信心跟从。领导者对道若还存着狐疑，对三宝还没有信心，对天命还有疑问，对师尊、师母、老前人尚不能信赖，就不够资格作为道中的领导者。如果对上述几项有无比的信心，则言行动作将会表现至诚的圣性，其表现一定是行人济世，为人群造福慧。行人之道就是牺牲，牺牲精神与物质，牺牲身家生命，以效命于道场。仁者也就是信义的昭著，唯有养不愧于天，福不作于人，然后才能取信于人。结论：老前人曰：我信道真，信理真，信天命真，但最可靠的是我那无比坚毅的信心。故一切的一切，其结穴即在我的信心二字。不论识多少，不分近多久，如果你的心中还无法形成那无比坚毅的信心，则空有其穴，将无法结穴。不为无法领导以成圣业，是将如泥菩萨过江，自身也难保于定上天堂也。5. 领导道务应注意之事项。今后我们在道务推行上还需要注意下列事项。推行40，诚实、严实、踏实、公实。除此，老前人在道德心之话提及，修行人要说实话，办实事。注意4道：心道、口道、身道、识道。其修4欲。德欲等于至忠，主静存诚。厌居通天的主一个静字，纯真容中好，存一个诚字。处事和举，明五伦，行八德，负责任，守纪律。理事中规，理事有原则，绝嗣无事末，配义重恳节。淡泊宁静，淡泊明志，志在平天下，宁静致远，远和忧无疆。治欲等于允文，制度善信，设千千法，度万万人。成全发心，亲之，心之，引发冲天志，授业利基，欲之欲之，成就善功德。解惑护父，解疑破惑，导其正精进，护念父主。引进菩萨道，体育等于允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为法乐，己利利人，己达达人。无畏勤劳，身操心虑，任劳任怨，勤奋精进，生命旺盛。圣人御车，效圣人之直欲，法老子之终日行，不离辎重。全天修行，众圣轻凡，舍身办道，任人责众，死以道远。群欲等于治和，调和人际。我活在群众中，必以五伦调和于群众。群众活于天理中，必以
天理调和人际关系，承上启下，努力以为前辈器重，以为后学敬爱，以为同辈乐相交。见道成道，四海兄弟，见道成道，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并欲不悖，五教同源，枝丫同根，既绝举废，并欲不悖。6. 结论：深谋远虑，己利利人。我们必须策划必胜的谋略，不使外敌来袭。对于盗贼的乱盗，应当严加防范。要使大家都知道盗贼惯用的手段是欺骗、贪妄、敲诈、恐吓。他们那会有什么目标？那会有什么路线？那有什么归宿可言呢？简直是一团骗子，专门蒙哄愚痴的人罢了。他们专门假借仙佛的训语为号召，用来实现骗人的勾当。圣佛早曾训是说，假的显，真的隐。道盘的混乱，目前已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如果没有真修实学，恐难度过这一关。想要度过这关，我们唯有时发聪明睿智，时常反观自照，运用灵智妙慧，如此才能自利利人，自达达人。如孟夫子在《孟子尽心篇》中说：日月有明，荣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至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可荣光的地方，日月必定照明；有科坎的地方，流水一定盈满，才会继续往前流。君子之立志修道，也必定是己利利人，己达达人，然后才能成就至道。修道是应有的认识。例1章1前言：我们人活在世上，有灵魂的存在是世界公认的。人生下来，老娘就恩赐灵魂，人才能够活下来。而我们人类只知生身父母，不知生灵之母。大家是否想拜见生灵之母？如果是，那只有认真修道一途。因为老娘思子心切，特别将道降在火宅树林，让世人缘佛子仙的而后修功果，圆满后就有机会返回理天归根面。我们大家既然已得道，就要遵照师尊师母训示去认真修道，并全力以赴兹对修道有关知识提供同修参考，虽然有些不值一提，但常被忽视，特别提出来与浅贤大德共勉之。后学才疏学浅，尚有疏漏之处，或所言有所失当之处，敬请诸为浅贤大德不吝指正，以利精进，不胜感到。2. 修道是应有的认识。普渡的意义。古时候在青阳期和红阳期，道士降在君王圣贤之家，并仅能单传独授，求道是先修而后的，修行者必须抛妻离子，千里访名师，万里求口诀，为的是求名师指点本性，以的是办功倍之效，借以修炼自信，早日明心见性，就可得正果。而
经白羊期的3期末节，因老娘大发慈悲，将道降在火宅庶民，允许世人在家出家，可先得而后修，并可以夫妻子女同修，可说是一世修，一世成的千古良机。我们千万要珍惜此良机，好好修办道，以报答老娘的洪恩。三宝真传的宝贵。第一宝玄关窍，是通天门户也。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私道也？因此无人之灵魂，灵性必经此正门进出。若由其他7孔出去，则将投入4生6道轮回。如能由正门出，必能回到无极里天面。第二宝口诀是通天神咒，此5字真言是回礼天之开门口令，是老娘将5教合一之精华浓缩之神咒也。第三宝是合通，是通天神印也，即通天之手印，是回礼天之信物，无人灵性。下凡时与老娘约定还乡之契约。三宝是历代祖师相传之心法，除让道亲了解自信外，也是修心养性之妙法。在生可逢凶化吉，死后提供灵性返回礼天之通行证，是道亲之无上至宝，应该牢记于心。三宝是求道时有点传师所传授，将来100岁年老灵魂由正门而自然脱出尸体，不会僵硬，肉体如棉，如功德圆满就免受4生6道轮回之苦而得正果。后学在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先生的自传，读过他的母亲过世后，全身也软软的，有如安然睡觉一般。后学也为母致信，之后后学母亲102岁过世，亦印证如是，如安详的睡觉一般，没有僵硬。年月日夜成前人功果圆满成道，亦是如是。此外，三宝也可令道亲逢凶化吉之力甚多，因限于篇幅不便一一枚举。从知道三宝之宝贵后，就笃信道真理真，天命真。于是认真学道，修办道，所以特别提出与大家共勉之，并希望各位道亲亦能认同，大家共同努力以赴求道的目的。六祖坛经语，五祖向诸门人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夫何可救？五祖问六祖慧能欲求何物？六祖答：唯求作佛，不求于物。我们求道的目的是求名师一指，可以示范功倍地找到自己失落的灵性生命，来修心养性，早日明心见性，脱离生死苦海，超脱6道轮回之苦。释迦牟尼佛云：人人具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人人无法成佛，被业识所蒙蔽，不知自有佛性。人之所以坠落6道轮回，亦是明知故犯。由此可知，人类本来均具备佛性，也正如地藏王菩萨训示：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我们既然知道自己是佛子，则应该更加鼓励效法圣贤仙佛来修道，以期望早日能成道，返回极乐里天，享受逍遥自在的仙佛生活。要遵守佛规15条。因老娘爱子思子心切，恐怕修道诸佛子无规则可循，至难以返回无极故家乡，而混战左道，致使累赘之故，早定佛规15条，据以提供修道人躬行实践之规则。而今3期末节，灾煞频降，非天道难救残灵，老娘恐修道人未能以利人同达彼岸，致使坠落之故，刹下仙佛神圣，披训垂鸾，难计其数，凡无同修应体怀老娘之大恩大德，合力共行，促进大同天下早日实现。多研读道学，并且学而时习之。俗语说，活到老，学到老，学是无止境的。现代是知识爆发时代，我们要多方面学习，才不会落伍。白杨时期是儒教复兴时代，对道学的研究比较普遍进行。我们一贯道是以三宝的无字真经为基础，以五教合一的精华为辅，如四书五经、金刚经、道德经、清净经及心经等等，为道亲不可或缺的研读经书。论语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不但要研读，有空时要时常复习，才不会忘掉。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时常加以温习，每次的读后心得量必都不一样，必有进步，甚至将来可以为师矣。要多参加开班听道，以促进早日明心见性。参加开班，在佛坛上可承受仙佛的佛光普照，可增进个人的灵光，无人活于世，必有灵魂存在。此灵魂是一种灵素、灵光，入世日久，为气领所居，物欲所备。如不加以修炼，会减弱灵光，如乌云遮住阳光，使不能发出光辉。如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有碍于修心养性。所以要学如三字经所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要多参加开班，接受佛光普照，多听道理，以效法仙佛，行功立德之行义，待功果圆满，促进早日明心见性，期望早日成道。一贯道亲不是求佛庇佑、平安天福寿的，求道是求名师，一指传给三宝，就可获得灵素，增强灵光，由此得知生死门，从此可找回失去的灵性生命，就可得天助而事半功倍的修道，并非要求福报的。应该要效法古时的菩萨仙佛苦修一般，从自身做起，借假修真，别无捷径，并要行功利得以解冤孽、消业障，甚至经常跪拜磨练自信，以增灵光，提早明心见性，使能返回故家乡。要多行功利得精进道恒，
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修道是要修心养性，学习圣贤先佛的道行，以利将来成道返回理天，免受四生六道轮回之苦。所以我们到修道、学道，要实践菩萨般的道行，我们要遵照师尊指示，修道修心，办道尽心努力以赴，多行功利德，并且做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勿以善小而不为，恶小而为之。俗语积少成多，所以善小也会变大善，恶小也会变大恶，要三思而后行。我们行善布施，以积善而忘报于天者，无福；施恩而求报于人者，无德。故不求可得什么果位，而期望得到福报。如有此想法，则功德会缩水，前功尽弃。应该持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理，才能得到应得的功德。记得美国甘乃迪总统有一句名言：我们不要问政府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应想我们为政府做了些什么。因为世上无白吃的午餐，我们时常忏悔求佛慈悲，养成做佛的坚定信心。我们人类罪过很多，所以必须时常忏悔求佛慈悲，又可消业。论语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果我们能够时常忏悔，可以清洗心灵，使成为纯洁的赤子之心，则离佛不远矣。在六祖坛经内记载六祖求道的情形，五祖问汝何方人，欲求何物？会能答曰：弟子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于物。他虽然不识自默默勤修，领悟力又强，结果传承了五祖圣业，荣获六祖的祖师地位。因此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坚强的念力，己达达人，功果圆满，使能回礼天面。要明白因果之存在，之后好好为成道而全力以赴。俗语云：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问后世果，今生作者是。俗语又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说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古今中外圣贤，有那一位不劳而获盛名，其无不费尽汗泪心血，拼命为修道获尽职责，贡献己能。而今我们享受丰富的物资生活，也能够修道，是老娘大发慈悲降道于火宅时，有今天能够在家出家，所以更要珍惜效法圣贤来勤修，使有成道之一天。六祖亦云：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我们自性既能清净，必能悟成圣贤，因此特别提出来提醒大家共勉，并全力以赴。白羊旗的修道士可以一世修，一世成，要把握良机。古时候的修道士是先修而后的，是属于渐修法，
而今白羊期的修道是事先的，而后修是属于速修法。在白羊法门下修道，应时值三期末节三曹普度，不注重禅坐、诵经念佛。上帝浓缩五教经典，由师尊赐给天下至宝三宝来精修，并亲口如素，行功度众救人为重要课程。此外要知道命无性而不立，性无命而不依。我们是借假修真，故人道天道圆满，上天就论功赏赐果位，是今世修道。今世成道之千载难逢之良机，希望各位特别珍惜，并好自为之。求道四大难得。中华难生，人生难得，大道难逢，名师难遇。无人既然四条件皆备而万幸，得道应该珍惜此千载难逢的良机，为修办道全力以赴，借以报答老洪恩。不要怀有人定胜天的错误观念。近代科技发达，一日千里，人类可登上月球，甚至到太空旅游，无不是电子科技发达之代表作，皆是呈现人类头脑之无限进步。后学从日本汽车杂志看到一则报道云，日本军中从事研发意念控制的第5代电脑，装置于战斗机飞行员的头顶上，只要看到敌机有此念头，就由此意念控制机关枪发出子弹。据云，美苏两国亦有此研究。今最后阶段仅在敌我机之正确判断，以免误击毁有机而已。因科技如此进步神速，于是产生了人定胜天的错误观念。五教河边云，天父的母，天地之所以对人也，天以生之，的以养之，故天地之与人，由父母之于子女也。故人定胜天之说，犹如子女对父母之不孝，及人对天之不敬之言语也。俗语说，人的作为有天在监视，人有多能干，也不值得天一话。其有事实证明，92南投大地震及塞洛马台风等水、火、风以及战劫，比比皆是人不能胜天的例证。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人有善念，天必佑之。我们道亲凡事要养成往好的方面去设想的习惯，否则想到不如意的事，越想越烦恼。如想到不如意的事，应立即停止想它，而改想好的，或立即找工作做，就不会去想它。我们道亲要养成处处以慈悲为怀，并且要时常有行善的愿望，则上天必助你达成愿望。如时常有行善的念头，则遇有危险时，上天必会保佑你逢凶化吉。如无恶念，仅存善念，则其信念、念力之作用，必能如愿以偿，心想事成，则成道有望矣。一贯道的宗旨，最后目标是世界大同。我们道亲要实现此理想，应该从敦亲睦邻的小处做起，之后再走入人群，推而广大，
我们就是一贯道的马前卒。不要忘记师尊的训示，即修道要修心，办道要静心。大家一条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善尽己能。目前台湾道清几近饱和状态，是走向各国开荒、加强道务的时候，由此使能改善全世界的天时地利人和，消灭战争，提升精神生活，使各国人民能过着祥和安逸的生活，促进世界大同之日，才能期待。环境会影响人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三字经云：习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由此可见，环境对一个人的成功影响很大。据说孟母因孟子小时候受住家环境的影响，3000后在学校旁住下来才学好勤于读书，使有入圣之一天。因此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成败之举。俗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我们到清敦亲睦邻及交友亦要有所选择，以热心道务者为友，使可互相勉励，为修道办道而努力，知足常乐，珍惜现在，为道务尽力而为。我们修道士的生活，不要重视物质生活，以简单朴素、重视精神生活为主，使能无忧无愁，并知足常乐。俗语云：知足者贫贱亦乐，不知足者富贵亦忧。毕竟今生今世，今天是最年轻的一天，光阴是不会倒流的，我们要珍惜今天，快快乐乐为我们的事业及道务尽情尽力而为。先天功果后天定，上天计算人一生的功果是在凡间。俗语云：举头3尺有神明，人类生于世间，为人处事，一切行动作为，甚至头脑所想，均有神在头顶上监视并记录。功过有如一部电视剧，将来回老家后，累计功过予以相抵清算，之后再判刑打入地狱，4生6道轮回，或留住西天极乐世界，风味受果，享受神仙逍遥生活。所以生于凡间为人，必须乐于行善，厌恶作恶行为，特别提出来共勉之。人道圆满，天道自然可成。我们修道有先天与后天2道要并修。三字经云：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时义，人所同，凡训蒙，须讲究。人类的一生要遵守此时义，并融入一般生活中，就是后天的修为，此称为人道。由此开始修。人活在世上，为人处事要合乎法理情及天理。我们做人子女，做人父母，做人夫妻，做人祖父母，做人孙子女，是农工商各尽其职，人道就可圆满。此外，在先天方面，多听到可明真理，有佛光普照，帮助民心见性，有要静心修办道，
并多行功利得尽修道士之责任，待天宣化则离道不远，自然天道可成矣。3. 天道之宝贵。道之可贵，正如六祖所云：唯求作佛，不求于物。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由此可见道之宝贵，并且历代祖师及礼天仙佛无不得到天道三宝而修成正果的。众生得道有4大难，即人生难得，中华难生，名师难逢，3期难遇。而今时值3期末节年，道降果宅数名，4难辨位4易，实是祖上积德，3生有幸。而今无人得道太容易，导致不觉得道之可贵。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其相远虑不着，不成器。此即无人修道之基准。子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知道理不可不慎，应修。道会改变人生命运。诗云：千帆百途皆成空，唯有修道不误人。凡人一心向外寻佛，拜佛，却不知自身即是佛。4. 结语。兹以下列3首诗作为结语，是修道成道的3过程，希望各位明白其意。依师尊训示，修道修心，办道静心，以此为自己的事业，全力以赴，则离道不远矣。1. 学理穷源悟性天，道传果宅生缘度。革之启慧修心窍，言后勤修效佛仙。2. 本来面目无一物，万物虽然本来真。火不能烧真空体，水不能盖真人生。3. 持斋素食莫迟延，利益无穷记长篇。句句真言来劝告，行功积闷可成仙。道学用语词汇12。例1章。8功德水，具有8种好处的水，即1. 澄净，就是水澄清洁净，没有污秽。2. 清冷，就是很清净凉冷，没有浑浊烦躁。3. 甘美，就是水的味道，富有甜味。4. 清，就是水的性质，轻浮柔。5. 润泽，就是滋润滑泽，有益身心。6. 安和，就是安宁和平，沐浴其中，安稳舒适。7. 除患，就是喝了这种水，不但可以止渴，还可以去饿。8. 增益，就是喝了水，或者在水中沐浴，可以增长人们的善根。上述之8功德水，充满于极乐世界的7宝池和须弥山与7金山之间的内海中。8功德水下，观无量寿佛经所说的16观之一，即观想西方极乐世界8功德水之香的行法。8大自在我，具有8大自在的真我，即能是一生为多生，是一尘生满大千界。大身清远道，现无量类常居一土，诸根互用，得一切法如无法相，说一偈一经，无量劫，身遍诸处犹如虚空。8忍，4法忍与4类忍，合称为8忍。
四法忍是苦法忍、集法忍、灭法忍、道法忍，这四法忍可印证欲界的四谛。四类忍是苦类忍、集类忍、灭类忍、道类忍，这四类忍可印证色界无色界的四谛。以上八忍可以正确地断除三界内的见惑。八忍八智，苦法忍、苦法智、苦类忍、苦类智、集法忍、集法智、集类忍、集类智、灭法忍、灭法智、灭类忍、灭类智、道法忍、道法智、道类忍、道类智。以上八忍八智皆因观四圣谛而生，故是无漏的法忍法智。八相指佛来此世界成道时所示现的八种相，见八相成道条，生住异灭各，有大小之二相，即四本相与四随相，合称为八相。八相成道，佛示现人间，有八种相，名八相成道。成道虽只是八相之一，但也是八相中的主脑，故特标成道之名。大乘所说的八相是降兜率、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灭。小乘所说的八相是从兜率天下、脱胎、出生、出家、降魔、成道、转法轮、入涅槃。此中大乘有住胎，无降魔；小乘有降魔，无住胎。八段见八段五篇条。八段五篇，比丘与比丘尼的具足戒分为八段，即一、波罗夷，意为断头，是即重罪；二、僧残，是残命意，必待众僧行忏悔法而救之；三、不定，是嫌疑罪，罪性尚未确定也；四、尼萨奇波一提，意为舍堕，舍是指犯罪品物，悉应舍与僧众，堕为犯罪应堕地狱。五、波一提，意为堕或单堕，亦与前同。六、提舍尼，为可向人忏悔之罪。七、众学，为比丘应学的戒。八、净正，为灭习正论。又此八段中，不定、众学、灭正三段，何谓突吉罗？突是恶，吉罗是作，指身口二业。恶作之意，如是则八段便成为五篇。兹将具足戒中，比丘250戒及比丘尼348戒，属于此八段及五篇者，分别列表于右。八海见九山八海条。八道对生死的无常、无乐、无我、无尽，直定无常、乐、我、尽者，是凡夫的四道；对灭盘的常、乐、我、尽，直定为无常、无乐、无我、无尽，是二圣人的四道。这两种四道合起来，就是八道。八教，化法四教与化仪四教合称为八教。化法四教是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因此四教是教化众生的法门，故名化法。化仪四教是顿教、渐教、秘密教、不定教，因此四教是教化众生的仪式，故名化仪。以上八教都是天台宗所立。八梵，八种的梵音，即不难音、
不女音，不强音，不阴，不清音，不浊音，不雄音，不雌音。八干又作八间及八间度。八气即比丘尼的八波罗夷罪。波罗夷华意为断头，又译作气，意思是犯了此罪的人就会被摒弃于佛法的门外。八智，四法智与四类智合称为八智。见四法智与四类智条。八会，华严经是七处八会的道法，所以称为八会之经。八慢，八种的骄慢，即如慢、慢慢、不如慢、增上慢、我慢、邪慢、骄慢、大慢。八轮，八正道法轮。八遮，三论宗所说的八不中道。见八不中道条。八倍，指四相四果的圣人。八堕，比丘尼的八波罗夷。八骄，八种的骄慢。骄慢就是恃才傲物的意思，因其气凯好像鸟类的临高势下，所以八骄配比下列的八种鸟：一胜壮骄，如鸱鸟；二性骄，如枭鸟；三富骄，如雕鸟；四自在骄，如鹫鸟；五寿命骄，如乌鸟；六聪明骄，如雀鸟；七行善骄，如鸠鸟；八色骄，如歌鸟；八福田，佛、圣人、和尚、授业本师、舍离、授业时教授威仪的阿舍离；僧、父母、病人。佛、圣人和僧属于净田，和尚、舍离和父母属于恩田，病人属于悲田。如果有人能够恭敬供养上述之八种人，就可以得到无量的福报，所以叫做福田。八福生处，瑜伽师的论说，一个人修福业是其福的多少，而决定他投身到以下的八种地方去，即人中富贵、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天、梵天。八圣，指声闻乘的四相四果，即八圣道。八圣道又名八正道。见八正道条。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佛教的为实学，把一心分八识。资列表说明如左。八识田，所有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一切种子，都收藏在第八识里，遇到缘就会发生现行，像是田地放下了种子就会生出果来一样，所以叫做田。八识心王，心王是能愿外境的精神主体，为律知的根本，也是识的自性，此心王含有八种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等识，故又名八识心王。义和盛堂活动概况。编辑部。一、活动。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心灵成长营。月日秋季班。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人才在教育清上，月日大状元读经会考上补，月日小状元读经会考上补。2. 活动概况。月日2天2夜举办年大专高专成长营，如图1至4。月日举办读经老师在教育。编后语。编辑部。一首大仙陈前人结缘圣训中，将其一生均作交代。从小生活困顿，直到受无，点传师以度求道，即悟大道宝贵，立志法圣佛，不沾荤腥，一心向道。师尊慈悲，要他领导麻豆道悟，图得帝君和老前人慈悲成全，不能推诿卸责，更加自修充，使自己以求道悟之推展。更祝和老前人建设玉石山，尽忠职守，对于义和圣堂诸道亲亦多期许，勉励大家真修实练，以发德自检点，以智慧脱难关，并劝大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克己复礼，虽能舍去财产，但毛病脾气不改，三毒盘患多苦往，虽有福报功德却虚，上天要有功德，方能回天交旨，望大家引以为戒。义和圣堂大道场，需赖大众多护持，帮忙打样成全后辈，大家团结力量，战兢兢办末后，才能助师尊师母完成普渡三曹之大使命。陈前人的话，常开示众人识和尚，和尚不识人，是提醒办道人才，在日常生活中就要谨言慎行，以做道亲之榜样，以免一贯弟子之形象受损。人生应受因果业障左右一生，贫富贵贱，祸福果报是无法控制于己。俗语：前世修来今生受，若问后生事，今生做这事。又云：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人有善念，天必佑之。无人修道士，若能依照往理事常坤德之开示，顺境心怀感恩、逆境欢喜接受之心情来修道，并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尽道矣。易经最重要的是河图，河图指生，洛书指死，河图代表先天，洛书代表后天。河图顺数为逆数位，顺数为阳数加等于过于不能加，所以阳数用来代表；逆数为阴数加等于过于也不能加，所以阴数用来代表。师尊师母发愿度96元人，一则度96亿元灵，二则度96元人，六之阴之众生，上度河汉星斗，中度善男信女，下度地狱鬼魂，正是河图96之哲理。第13节，洛书有其歌爵位，带9履1，左3右7，二4位肩，6 8位足，5在中央。河图有10个数，洛书有9个数，先天至后天实化为9，其实不见，此乃显诸人藏诸用的妙理。洛书之由来，乃禹帝在洛河所发现其神龟，此正是上天的巧安排。
河图之龙马出现在黄河，谓先天也；洛书出现在洛河，谓后天也。正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行尽世间天下路，唯有修道不误人，是一条解脱的路。修道修身，办道静心。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凡人若能万事放下，修心炼性，不受凡尘污染，而恢复赤子心，则必有了道成道之一日。修办道的领导方法与企业界领导方法大同小异，唯其目的与责任不同。修与道的领导者要能明白其伟大的使命，能够不断发挥自信的光辉，谆谆善诱后学，并以身作则，其修办道之言行举止均有领导作用，要谨言慎行，并表现日常生活中，并要心怀活菩萨般的慈悲。其领导要则有九：一、领导者的自知自觉悟知本末，不离轻重；二、领导者的立身立心，贵身天下，宠辱不惊；三、领导者理想与修为微妙玄通，欺弱善位；四、领导者的习明天职，贵师爱资，救人整物；五、领导者的原则自然同化，和而不流；六、领导的方法亲之誉之，亲启受解；七、领导者的条件智仁勇三达德；八、领导的前瞻广开深隐，博施济众；九、领导成功的保证信心。是领导者要切记的要则，如能完成其重大使命，则必能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则成道有余。五祖云：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福何可救？但是众生总是被贪甜痴三毒所蒙蔽，导致具足的自信被污染，不能清净，甚至四相我执不能排除，起心动念不能显现清净心真智慧。九、无灭诸烦恼。如能勤修菩提自信，恢复本来清净，但用此心即能直了成佛。有缘求道的一贯弟子，就要遵照师尊师母训示，修心养性，学习圣贤先佛之道行，以求脱离生死，免受四生六道轮回之苦。要修心养性，明心见性，使能见如来。最重要的修成佛菩萨的候选人，说得容易，要实践则非易事，必须一步一脚印，按部就班，遵照诸先佛之行动立德之言行举止来勤修，使能达成。凡我道亲切记，先天功果后天定，无自三省无生多忏悔，人道圆满天道自然可成。修办道在日常生活中，多利用三宝真传修炼自信，更要参加开班听道，在佛坛上可蒙受先佛的佛光普照，可增进灵光，可得事半功倍之效，借以促道。一世修，一世成，要把握良机，使有机会完成师尊交付之促进世界大同之伟大使命。
万法由心生，如能去除贪甜痴，常到佛堂参拜，增加灵光，善知识，去除我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多向人微笑，知足常乐，遇人是充满感恩的心，并懂得放下，当下即是净土。注印大德方明。一、现经部分，福慧人世5本，苏宗2 5本，福慧人世5本，苏恒斌2 5本，胡美清5本，李嘉修2 5本，王苍贤5本，李嘉宇2 5本，周玉霞7 5本，廖世豪1本。二、华波楚经部分，杨德香2 5本。